7X is found within. The human touch interior design puts people at the forefront. Every detail is meticulously crafted, from each stitch and material to the buttons and ambient lighting, making luxury tangible and within reach. Taking a cue from the spaciousness of an MPV, we have created an all-encompassing second-row space, resulting in a luxurious five-seater with exceptional flexibility. Practical comforts such as an electric sofa and screen, table, sunshade ensure every occupant on board a luxurious experience. This is the Zeekr 7X. It's born of a pursuit for luxury, crafted to elevate your most genuine feelings to the utmost. The Zeekr 7X was created with one intention: to bring the high-end luxury experience within reach of the everyday user. Its aim is to make luxury accessible, not distant. The true luxury of the Zeekr 7X is found within. The human touch interior design puts people at the forefront. Every detail is meticulously crafted, from each stitch and material to the buttons and ambient lighting, making luxury tangible and within reach. Taking a cue from the spaciousness of an MPV, we have created an all-encompassing second-row space, resulting in a luxurious five-seater with exceptional flexibility. Practical comforts such as an electric sofa and screen, table, sunshade ensure every occupant on board a luxurious experience. This is the Zeekr 7X. It's born of a pursuit for luxury, crafted to elevate your most genuine feelings to the utmost. The Zeekr 7X was created with one intention: to bring the high-end luxury experience within reach of the everyday.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极客官方直播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敖同学。今天呢是成都车展的第一天，同时呢也是我们极客 7X 全球首秀的日子。那今天呢，距离我们的正式发布会其实还剩下1个小时，但是很开心，我们直播间又迎来了2位重磅嘉宾，他们就是极客智能科技副总裁朱琳朱博。大家好，我是朱琳。欢迎朱博，还有我们亲爱的资深车评人吴佩老师。Hello， 大家好，我是吴佩。小敖喊了我一句“亲爱的”，没喊你“亲爱的”，你看心里多开心啊！我自己都没反应过来。客人还是要客气一点。今天真的特别高兴能够有2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也知道，距离发布会其实还剩下1个小时的时间。没错，没错。那今天吴佩老师是不是带着很多问题来的呀？哦，今天确实很多问题。哎，你怎么这么一开始就直接把问题就甩出来了？因为我看你们前面都没聊够啊。是这样的，我觉得哈，今天我们还有1个小时呢，大家就可以看到7X 了。然后在这1个小时的时间里，其实已经是有累积了过往大概半年，尤其是这1个月，大家网友的所有问题了。那我觉得在这个发布会之前呢，我们其实要讲的一些话题，或者说网友关心的话题，还得要由7X 他爸来解决，是不是？我觉得你这个形容词太棒了，7X 的爸爸，对的，就是朱博是我们7X 的主理人。对，我觉得这种聊天其实挺难聊的，
啊就，是我太犀利了是吗？不是，就我们这个属于电赛，正赛没开始，就是你如果电赛打得太激烈，这个正赛就不好打了。哦，所以你是怀疑安总等会的演讲不够精彩？不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吴佩老师，我来翻译一下，爆料太多。我来翻译一下朱博的刚才那个话的意思。他是怕他说的，待会儿说的收不住了，把聪聪要说的全都给说了。我觉得朱博现在的这个心理是这样子的哈。什么都想说，但是什么都不能说，欲言又止。哎，然后呢，这不说嘛，然后又怕网友交不了差，所以呢，我们弹幕区里的各位网友现在应该是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了哈，大家都可以把问题打出来，然后呢，这样好不好？您挑着来，可以。然后呢，有一些呢觉得咱实在不好在这里聊的，一会儿让安总在台上聊，没问题。安总啥都敢说，对吧？好不好？那我觉得这样好不好？这个。我先来问第一个，好不好？好。啊，代表网友问。我的问题还在后边等着朱博呢。啊，我来先代表网友问第一个问题哈，就是7X 终于要鼓鼓坠地了哈，就是一开始来打造这台车，你希望它是一台什么样的车？或者说用学术语言来说，希望它的定位是什么？犯难了。不难，我希望它是台好车。这是废话吗？不是，但我就说什么叫好车，大家不同理解。我是理解的好车或者一个好的产品，它是能够给你的生活解决一些问题，同时又能够给你的生活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而不应该成为你生活的负担。这是我理解的一个好车。所以我这么理解的话，我觉得这个是有点像是娶老婆的那种感觉，就是我要娶一个和我并肩战斗很多年的老婆，她是我的搭档，她是我的生活的一个。战友，他同时还能照管我的情绪的价值，相互的照应，是那种感觉吗？可能提供的实用性更多。比如说 SUV， 我们想做一个SUV 来说，其实 SUV 实用性还是蛮强的。对的，啊。另外一个就是我如果到这个阶段做一个纯电动的 SUV，它不光是解决你的一些实际的生活的。痛点，它还能给你生活带来一些什么样的轻松的体验，或者一些传统的燃油的 SUV 带不来体验，或者是现在市面上已有的新能源 SUV 带来不了的体验。其实坐车有时候我挺纠结的，因为你很多时候我们花了很多心思，大家会一句话就把你全部否定，工业垃圾。那就是你做了一个汗流浃背，你做了一个并没有给人解决痛点，也没有让他觉得他给他生活带来价值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就是你所有努力的方向和别人的需求的目标，它错位了。对。就是你干了很多南辕北辙的事儿。所以我们这个问题就来了哈。你说有人干了一台车，干到最后别人用工业垃圾就把它给形容掉了。那这个您在干这台7X 的时候，怎么样去洞察这些用户？你觉得我们现在看直播的各位网友哈，最需要的是什么？然后你再去满足这些需求，是吧？先把 request、remand 这些东西给满足了，对不对？对，就是打败魔法的最好武器是常识。常识啊。然后我觉得做7X 这个级别的车，对我们来说相对把握的比较准一些，因为我们周围的同事。我们周围的小伙伴，我们这些平时日常工作中遇到的这些朋友，他们就是这部分消费群。你跟他们聊天生活的时候，他们会对很多事情有吐槽，他们会对很多事情有期许，然后其实是这些东西，包括我们自己用车的一些反馈。我还没说呢，你就流那么多汗，是紧张吗？吴佩老师太不容易了。这个确实是挺热的一台车，这个现在我感觉到直播间的热度了，是吧？所以这个原厂人的不错，对吧？对，然后其实 7X 就在我们旁边。对，所以还是回到您刚才说的，怎么洞察？我觉得还用常识吧，就是我们这帮人需要什么车？我们这帮，比如说我们的工程师，30多岁了，他到这个生活阶段了。他开始收入不错了，有一个家庭的，就正常收入嘛，有家庭了嘛，有小孩了嘛。你们的工程师收入还算比较高的，正好是7X 的这个收入阶层，对吧？我觉得7X 也是个正常收入家庭了，就是我们还是面对最广大的这种家庭用户的一个车。对啊。我们的设计理念就是把豪华带入到我们日常的家庭。不是咱俩问他嘛？怎么成了我问你俩了？这才刚刚开始呢。对啊。所以用户群我觉得已经就比较明晰了哈。对。就是正常收入，但我还坚持认为是一个中产向上一点。对的哈。我们小康之家嘛。不止小康了，我觉得比小康还要高一点的。
所谓买极客的用户，我觉得起码在几个方面，他的职业的状态、收入的状态、受教育的状态都还是不错的，否则都听不懂小孩的英文的。对车也是有追求的。对的，关键是他对生活的品质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呢，这些问题如此一来哈，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车都号称自己是高端的，比如像那台哈，都说自己是高端的，为这个优越的家庭来打造的。然后动不动用户画像都是本科以上学历等等哈。你觉得哈？他们都造了那么多台车，为什么还需要你来造一台7X？对，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一直在问，但是我们反过来想的事情，你说世界上有这么多台车，这么多台 SUV 吧，有多少 SUV 是针对中国人造的？尤其是纯电 SUV 有多少针对中国人造的？SUV 最早是美国人做的，对的。然后欧洲人觉得它性能很好，可是很粗糙，把它做豪华了一点，不够舒适，不够高级，然后加上一层的真皮，对，所以从吉普变成了揽胜。然后到了日本工业的时候，日本又觉得 SUV 不能天天越野，它还是有一些舒适性，马路越修越好，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上路，叫城市 SUV 嘛，所以有了 CRV，然后 RAV4 这种车，然后到了新能源时代，特斯拉做出了一个现在全球卖的最好的纯电 SUV， 其实就是把一台轿车加高了一点点，对，换了个车壳，然后结合了他们的产品理念，但是那些也不是针对于中国用户中国的。那可是现在我觉得，当中国成了全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当中国消费者成了全球最具购买力的新能源的顾客的时候，总得给他们造一台适合他们日常使用和这种生活场景的一台车吧，对吧？那这个我觉得，极客至少作为中国的新能源品牌，还是有这个优势和这个义务去做这个事情的。我发现了，他能当上副院长他能当上这个副总裁是有一点特别强，他会上价值。你看，他把7X价值上到了为中国的优秀家庭打造一台车，那不是我想造，是他们想要，是不是？是市场需要。我觉得确实也是这样。是的，开玩笑哈。确实，我觉得 SUV 这个东西呢，在我们刚入行的那个时候，我们理解的 SUV 其实就是美式 SUV， 比如像那种后那种全尺寸的那些车子。那这次成都车展他们也带进来了哈。但那些车子来到中国，其实最大的问题，第一个太大了。是的，比如像成都、重庆，你根本停不进。第二，这台车呢太耗油了，8缸。尽管到后来做成了 V6T， 那个油耗也是10几升起的，所以呢，日本人把这些或者说欧洲人把这些豪华的揽胜式的 SUV 带进来，再由保时捷、宝马。其实我觉得那些都还晚一些了。对。揽胜先干了一台全能的 SUV， 接下来是 X5。做了一台这种高精致的、有公路能力的一台车，但是日本人把它价格打下来了。日本人打下来做了一台这个像 CRV、RAV4 这样的车。RAV4 的车。但是现在要说到中国品牌的 Model Y 纯电动也全球卖的最好。对啊，但是你要说到中国的这个家庭。满足中国家庭用的 SUV 确实是不太多，尤其纯电动。我甚至认为满足中国家庭的纯电 SUV 是没有的状态。对，就现在我们也有很多产品，当然理想除外，它是一个我说纯电动嘛，对，我说纯电动嘛。然后我是觉得现在我们很多做车还是在跟着特斯拉的步伐在走。特斯拉非常伟大，就这个企业非常伟大，它开创了这一个这个时代吧。但我一直那个观点。爱迪生发明的电灯，你现在买的灯泡也不是爱迪生公司的。这个意思是吧？对啊。然后贝尔发明了电话，你现在用的电话也不是贝尔公司的。那苹果发明了 iPhone， 现在我们的手机却但是我们国产手机也起来了，所以我是觉得这不矛盾。就是特斯拉做的，它是一个伟大的公司，开创了这个时代。但是不是它的产品最适合中国消费者，最适合全球最大这个市场？未必，它有很多好的地方，所以我们还基于这个，怎么给中国消费者打造一款适合中国的纯电的 SUV， 基于这个目的做了一个极客7X。那中国家庭就有各种独特的变化了。中国家庭，我觉得中国家庭用3句话来形容：既要又要还要。比如像中国家庭对一台 SUV 的感觉哈，首先它得要是一台威猛大气的车，空间大，对，绝对要大。我们中国人喜欢空间大的车。然后呢，第二，这台车呢油耗电耗要低。对。这本来是交给工程师一个致命的矛盾，你必须给我解决。那第三，这叫实用啊！对啊，实用啊！那第三，要舒服。对，还要各种科技。要舒适。然后等到这些东西都备齐了，你说，
我还多少钱你肯买？他说我掏5万行不行？他永远是需要一个低价来满足这所有的这些功能性的需求的。所以我觉得中国消费者是既要又要还要，因为中国消费者已经被很多的车企给宠坏了。对这个宠坏，我觉得要打个引号。啊，确实是宠坏了。中国消费者现在买到的这些电车，到了国外 double 的价格，都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状态。是的，对吧？但是这个反而我是觉得从正向来看，它是个好事情。这考试难度增加了。对，那逼着我们去把这个功课要做得更好。既要又要还要是个很现实的一个需求。对的。那现在我们也有这样的机会，就做到既要又要还要，因为技术不一样。对。那所以我们就要看到中国消费者现在对 SUV 的需求究竟是什么了。我说第一个哈，我见过很多的 SUV 都在后窗贴上了一个318进藏的路线。但是几年以后，直到他们把车卖掉的那一天，他们也没有开出过自己的城市。所以我觉得第一个需求是 SUV 开着开着就给开成了 MPV， 这个需求你怎么去满足？用7X 来满足。对，就你说的这个。大家精神上有一个向往，318或者是哪里，但肉体永远在家，然后所以大家以后经常开玩笑，你可能这一辈子迈过最大的坎就是你家的减速带，就是你的车库的减速带，所以很多的时候还是家用、城市用、舒适。那这个怎么满足？就是你刚才说的，其实从舒适角度来说 ，MPV 做最好，但是 MPV 很多时候可能驾驶乐趣又没有 SUV 那么好，所以既要又要还要的话。那以前 SUV 做的话有局限，因为你要用这种传统的动力系统，有发动机，有油箱，有排气系统，还有有些人要4驱的话，还有这个传动轴。所以空间上你很难做到像 MPV 这样的一个大空间，尤其是平地板这种大空间。但是到了这个纯电动时代，尤其是纯电动的架构之外，我觉得这些技术上提供了支撑，它可以用相对较小的动力总成，就空间占较少。把更大的空间让给舱内空间，所以你看我们纯电架构基本上动力总成占的空间非常小，而是把中间的空间让出来。那浩瀚架构呢，尤其是7X 包括007的架构，又更注重于这种叫家用性、实用性。我们把这个舱内的这个空间做到了极致，就是大家经常谈 L113，可能最近这个词我觉得也很好被普及了，就 L113这个词。那 L113确实是当时架构在做的浩瀚架构做的时候着重考虑一个点，我们怎么把它做到最小。但做到最小的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安全性很难保证。对，因为你把前面压到最小的话，你确实把空间让出来了，但是你前方的吸能空间，然后又受到限制，所以做了很大的一些平衡吧。那在这个基础之上，我觉得像7X 啊，包括007这个架构上 L113就是行业最小。然后同时我们后端用这个压铸铝，因为有了压铸铝，所以我的座椅的安装点还可以往后再挤一挤，还可以再往后挤一挤。挤一挤的话，这样的话就把轮子中间的有效的距离尽可能的放大给空间了。这样也就提供一个优势，就是我们这样的一台 SUV 也好，哪怕外观尺寸跟传统的燃油比上一级别的稍微小一点，但是内部空间完全可以达到跨度。也就是说，我有一台4.9米的车，能够做出一台5米多的 SUV 的一个空间。其实这个就是用浩瀚靠电动纯电去给它解决这个空间的总布置问题的。因为这个真的是靠技术迭代。因为如果用传统的这个动力总成的话，你就会想嘛，就是那些设备要占多大空间？对。设备层太多，就像你一个房间，你的公摊面积设备层占多了，你的使用面积就少。对。那因为有了纯电动的这样的平台基础之后，你可以把设备层压到最小，对，把套内面积做到最大。对的，也就是说我们的 L1就可以不断的压缩起来。好，那如果这样子的话，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作为一台 SUV 哈，我记得我发了一条微博说，我对7X 这台车，我觉得很惊讶的一点是，这台车的后排呈现了很多 MPV 式的一些小装备，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地方。安总一会儿肯定要讲。对。现在咱能不能这个之前其实也透过图片都已经图片都已经透露了，咱讲讲吧。对，就是简单的说，我们用了 MPV 的概念做了这个 SUV 的2排。但是从这种底层逻辑来说，我觉得到了电动车时代，很多车型之间的界限被模糊化了。就是凭什么 SUV 不能做一个舒服的空间呢？
没有人规定，只是因为以前的技术架构不支持。那同样的就是 MPV 来说，凭什么不能做的动力操控性更好呢？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概念模糊化。那对于我们说的这个 SUV， 这个主流 SUV， 很多家庭有需求，那为什么不把它做舒服一点呢？既然用户要，对呀，那我就把它做出来。对呀，而且我们私下也聊，包括我们工程师也聊，我觉得绝大多数人，很难买得起迈巴赫，或者是库里南，或者是劳斯莱斯，但是在局部空间上，我们可以让家人享受到相应的一些体验。对，就是比如说我们在空间在尺寸上，让你的老婆、孩子、父母做的舒服一点。对，这为什么不能？惬意。我们没有必要自我设限啊。就30多万的一台车，不是30多万哈。我不知道价格哈，就是你刚刚这个话出来，我有点恍惚了。就20-30万的一台车，怎么着也是家里的一个大件。对。然后一个大件呢，怎么着也得对家里人要有所交代。对。那这个交代呢，就是把后排当做一个 MPV 来做，松软的大座椅，然后坐上去以后很舒服，给小朋友再做一些儿童安全座椅，然后再有一个小桌板，这些小东西全部给你做完。MPV 有的咱们都有。可以做到。好，那我现在问题又来了那你把这些舒适性都做到了，请问你如何保证它还是一台 SUV？ 你看这逻辑就弯弯绕了哈。首先我们说的是中国家庭想要一台 MPV， 然后他说行，我满足，然后怎么满足？把尺寸空间给你让出来，把小东西给你都备齐，把舒适性做好，那我现在再反问下一个问题，那你都做成一台 MPV 了，那你都做成一台 MPV 了，它还有 SUV 的一个这种。该有的 SUV 该有的底色嘛？对，我觉得这个是很好问题。就是如果只是比如说我们考虑刚才家庭的，考虑这种舒适性的，那你买 MPV 就是了。就是啦。那你刚才说对家人要交代但是你对自己也要有交代。所以既要又要还要嘛。既要又要还要。所以你如何保证7X 它还是一台 SUV？ 那我们举个例子嘛，比如说7X，我们尺寸上相对来说它还是一个相对合适的一个尺寸。对。相对合适尺寸，包括造型空间，对造型空间上也是一个相对经典的 SUV。所以在尺寸上就具备了它可以具备很好的驾驶的属性的。第二个还是那句话，因为是新能源，因为纯电动，我这样一个车，我可以放进去645匹马力。多少？645匹马力，后边310千瓦，前面165千瓦。等，我现在在问你的是一台 SUV 的底色，还没问你跑车的底色。你首先你要看它是一台 SUV 嘛。我们做一台好 SUV 嘛，对 SUV 来说动力非常重要。你 SUV 的话，你的通过性，你的一点点的 off road， 包括你的这种驾驶的空间感，驾驶的这种操控感，你动力是个基础。所以你认为 SUV 的第一点是动力？动力也很重要。难道不是越野？难道不是大空间吗？通过性。空间，动力，动力好，600匹马力。你看看最早的美式 SUV，这个倒是对，600 SUV 的前提是 sporty， 对吧？对，最早的 SUV 就是 suburban， 对啊 ，suburban 就是叫，你英语不是很好吗 ？suburban 这个单词是 suburban，就是 urban 是城市，就郊区 ，sub 就是郊区，对，就是。V 8起步，对，它就是能在城里开，还得有一些城外的工况，所以通过性，马力和空间我们说过了嘛，还有舒适性呢后来加了嘛，对的。然后我们现在说说这个通过性 ，SUV 你说的怎么样是一台 SUV， 它具备通过性，那离地间隙多少？一般城市的 SUV 离地间隙，我考考各位网友哈，对啊。大家买到的一台20万左右的 CR-V 啊、RAV4 等等这些车，离地间隙一般是多少公分？大家在评论区里打出来哈。对啊。离地间隙，让大家打吧。离地间隙，我说的，一般是20公分不到。对，它比这还要低，尤其新能源之后比这低很多。新能源以后那就更低了，比这更低，15、20要低很多。对，15、16的都有，甚至13、14的就跟轿车差不多。是啊，那我想就是像这种离地间隙，你可能连上个马路牙子都很难。就是你知道重庆、成都啊，我们现在在成都有很多这种上坡，咔的那一下，那个锐角很大，杠一下，那个电池就给你干掉了。是啊，所以离地间隙，那我们这个车的，我说螺黄版本啊，191到197，取决于这个上下的分路，基本上就是190以上。190以上，也就是说会比一台日系的 SUV
高一点点。那对对对，空簧能够上几公分？空簧可以往上再走35左右。35左右就23、哦，那已经快到一台这种准越野车的状态。对，我不能说它越野车状态，准越野车状态。所以它的通过性上是没有问题的，动力性上没有问题的，空间上没有问题的，然后还有它驾驶起来还是很爽的。所以对自己也是交代的。就是很多我就说为什么就是你刚才说的洞察，我们很多工程师他是这样的，一方面他需要有个家庭，平常的日常使用有痛点，对，家人有痛点，但是他自己还是要觉得自己是个年轻人，你看自己还是要。自己还是小就开始笑了，你看你们这些男人，我笑而不语。但其实我的需求也是一样。带着老婆孩子的时候，就开始慢慢悠悠开车，老婆孩子一下车，一脚油门踹到底那种，是吧？对啊，这也是就是这部分的群体，他既要又要还要的，所以他还是个开起来很有快感的，然后能够做一些小的越野的 SUV 的感觉的。然后昨天不是放了个视频吗？网上已经那个露出一些视频，然后同时又是能够家用的、实用的，比较舒适的。它真的是既要又要还要。所以我大概明白你说到的常识性的哈，常识性的问题就是，该有的东西就该有，男人就该有阳刚之气，女人就要有柔美之心 ，SUV 就要有 SUV 该有的就要有 SUV 的样子啊。那我再插一句，新能源 SUV 有个很大的痛点是这个里程焦虑，尤其纯电能耗。对，我买一台 SUV 就是为了去318的，结果你告诉我只能续航500公里。然后如果我们完完全全从效率考虑，我们完完全全的向风阻。要妥协，我就会做的离地性非常低，我就会做的这个非常溜背。所以你在影射特斯拉吧？就一个小溜背，对不对？这是设计逻辑，无论对错。但是这样的问题就是对于 SUV 的实用性来说，尤其对于很多中国家庭使用来说，确实存在着一些痛点。所以当时我们在做这个车型定义的时候，我们也纠结过，是不是要完全以效率优先做这种溜背型的。但是你会发现很痛苦的问题。以前我们叫什么1分钱难死英雄汉，但你会发现1厘米就卡住尾门关不上，你可能放一个儿童手推车，或者放2个箱子，可能就差这么一点，你的尾门就关不上。所以我们还是做了一个相对 SUV 的这种经典的。所以也就是说，那个尾部没有就变成咻下来的，而是变成这样下来的实用性。我先问个问题，牺牲的风阻，牺牲一点，对，那也牺牲大概10几20公里的续航里程。这可以找回来，可以找回来，你等会再说找回来的事，我觉得我特别喜欢跟朱博聊天哈。小安你不知道，我每次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老跟我聊一件事情，做一个正常人，做一个有合理常识的人，用常识打败魔法。他说这个世界有点疯狂。那大家呢明知道一件事情未必是对的，但是呢，大家为了某一个单项的目标，就放弃掉很多很多的其他的事情。我觉得今天这个直播在这里哈，这个升华我一定要把它 highlight 出来。他是那种干活会把一个事情该有的底线都照顾到的一个人，所以呢，我觉得我蛮喜欢他的一些车型的，比如像现在的几台哈。然后再比如像他之前干过几台车，我也挺喜欢的，就是我也喜欢，把一台 SUV 干出一台 SUV 该有的样子来。该有的样子，就你想嘛，就是尤其对这种很多小家庭，我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他们跟我说，他们后备箱几乎就是搬家了，很多东西不拿下来的。尤其当你有小孩之后，你不可能把东西从车里搬到家里，家里买2份的。对的，买2份的。我有了孩子以后，东西都是买2份的，比如像有些那种小东西、小玩具。2个，车上放1个，因为小朋友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开始叫。还有另外一个场合是什么？有些人呢，其实开着一台车，然后他会有工作和家用的需求，快速切换。快速切换里面有一点很重要的问题，服装、儿童安全座椅对，它不要出现在很多同事面前或者客户面前，对，它会让客户觉得，你这个人怎么样了？对。然后呢，这把儿童安全座椅是随时放在后备箱的。那如果后备箱里还要再放上一些行李箱、2瓶水2双臭球鞋什么的，一下就没地方放了。对，你说这个，这是 Model Y 的一个痛点，我直说了我替你直说了，这 Model Y 的一个痛点。然后你说这个，我们都非常场景化的，因为我们经常也会出差，包括我们也会去接我们的这种合作伙伴，然后有时候对方的工程师就跟我说，不是，你稍等一下，我来把儿童座椅挪一下。
然后真的就是真的，然后他就哐哐把动作一挪到后边，然后开着车带我们走。然后我们工程师也是的，然后因为这就是一个他这种生活状态，比如30几岁、40几岁的时候，他就是这种生活状态，既要上班，又要有家庭，然后又要买菜，又要去周末去玩一玩。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基于这样一个打造了这样一个SUV 吧，既要又要还要。对。OK，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有个小细节的，讲到存储空间的话，其实我们在7X 上把前备箱做了一些小心思。什么心思呢？我们用了。你能讲吗？你看小敖都已经要开始打。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我都没打开过7X 的前备箱。我知道。我觉得这个说没关系，待会反正安总说是大的，我说一些小细节。比如说你刚才说臭鞋子放在哪里？放在前备箱当然是最好的。对，你如果放在后备箱，它是跟你的空间相通的。对的。放在前备箱最好的。然后前备箱，但是很多时候，尤其像我们，如果没有电开启的话，对，你得把车门打开，把前备箱抠开，然后再跑出去先开，然后再把东西放进去。因为我们俩还会干这事，小敖绝对不会干，还得跳起来，砰砸一下。对，是不是？而且就是有些那个车的前备箱你得找。然后，而且尤其是比如说很多中国式停车，被驾校培训的就叫倒车入户。这一点尤其在你们长三角地区，我有一次在上海的某酒店把车头扎进去，在后方，他不允许。我在后方拿行李，我被这个被这个保安大叔说了一句没素质。我也被说过很多次。所以一定要把车头留在外面，这个才叫一个整齐划一的。所以其实我觉得中国人的前备箱的使用是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的，但是没有一台车做好了前备箱的这个开启。我们有一台做对，阿维塔做好了，对，那个语音打开啊，但是他没有做电关。我们现在也没有做电关，但是我们做电开启，就是你至少不是用开门，然后去抠。就这种态度，你把车比如停在这，车头朝外，你手机一打开把东西放进去，然后一关上就可以走。对，所以还是就回到还是结合很多中国人的使用场景，这还是个很实用的车，对，很好玩的车，对，然后又很舒适的一款车。对，这算是一个小小的剧透了。这不算剧透，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个产品理念吧。然后具体的产品细节，我觉得待会安总发布会啊，包括之后的一些发布会都会具体露出来。我们大概还有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安总就要给大家讲产品了。所以这样一款既要又要还要的产品究竟是什么样哈？大家可以一会儿再来看一下安总的直播。是的，然后其实在座的我们这3位都已经体验过、品鉴过7X 了。今天我们7X其实就在离我们大概5米远的地方，在主舞台上被神秘的。我们的摄像老师可以给个游击位过去。对，我们现在其实直播间有给大家展示一些7X 的画面。我也相信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肯定是抱着很多的期待和很多的问题来的。所以接下来还剩下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主舞台的发布会匆匆就要为大家带来精彩的内容了。然后今天很辛苦，吴佩老师一来就是一直都在这儿擦汗，因为现场其实对现场非常的火热。我们现在整个展台已经被我们的有很多工作人员，也有很多媒体老师都已经在这儿等着了半个小时之后的一个正式的发布会。然后今天谢谢吴佩老师带来这些问题，其实也跟我们深入的聊了很多，一台真正的纯电的能够满足中国人需求的 SUV 它到底该是什么样子的。就是我之前有看过这台车，在前面几次的过程当中呢，朱博也一直偷偷的让我看过车子的一个一个的状态哈。对。我觉得我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我看过了这么多 SUV， 我也开过了这么多电动的 SUV， 那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市场当中，能够去把消费者很多的需求共同的揉起来，并且每一项都满足的比较好的，那我觉得今天的这一台7X 确实是一个可圈可点的一台车，还是把用户的方方面面的需求都给你带进来了。我觉得今天我就期待一件事情，价格。对，这个也是很多朋友们都很期待的。价格交给聪聪。对，价格的话就要交给聪聪了。对。然后今天感谢吴佩老师来到我们的现场，我们都知道吴佩老师大忙人，待会儿可能要看我们的发布会，还要去很多展台去打卡，
所以今天可能吴佩老师只能陪伴到这里了，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接下来去看直播了，看发布会了，谢谢。拜拜，亲爱的吴佩老师，我们一会儿见，拜拜拜拜拜拜。哇，现场真的人越来越多了，然后我刚看吴佩老师一直在那里擦汗，对，这怪不好意思的，人气还挺旺的。是的，是的。然后接下来就是主角肯定就是 7X 了。然后刚才其实吴佩老师聊到的这一些话题，我发现啊，就大家关注的点其实都差不多。然后小敖的话呢，因为我是作为一个可能真正的是普通的市场的用户吧，我站在这个角度，来问朱博一些问题，也是代替我们各位对7X有期待的网友和车主朋友们啊，我们来问一些问题。那首先呢，就是还是刚才聊到最多的一个通过性，他们都在问，我觉得城市 SUV 啊，觉得可能有些无聊。那7X 它能不能越野？它通过性怎么样？它的离地间隙不会很低吧？对，刚才说了这个，我们说还是要做一个 SUV 该有的样子。就是为什么大家买 SUV？最早 SUV 出来也就2个原因嘛，一个是它的空间，实用性，第二个就是它的这个通过性，可以做一些这个off road 的这种环境，所以大家常用的话叫可乘可野，所以最基本的这种SUV 的属性还是保持的。我们通过性刚刚说离地间隙，螺黄版本大概190、191到197之间嘛，这个取决于每个车的，然后大概的加上空旷的话，还可以再往上走。但同时我还是刚才聊的我没聊完的，我觉得因为有了纯电的技术，因为有了浩瀚的平台，我们可以做到既要又要还要，就是不丢失。它是一个很实用的车，但同时它还是个很有趣的车。它可以做一些 SUV 可以做的事情，但是它还可以做一些，甚至刚才说的没说完的 MPV 的，甚至轿车的一些。比如说这个我们的这个版本上会有带有空簧的。那空簧的话，它除了把这个离地间隙升高舒适性之外，它还可以把车身姿态压低。当你在高速行驶的时候，空簧可以降低这个车身姿态，这样的话，它的整个操控的感觉，包括风阻，包括续航都会提升，然后包括一些舒适性。所以，一个纯电的 SUV，极氪 7X， 它是个 SUV， 但是它是真正做到既要又要还要，它没有因为某一方面而损失到其他的一些方面，啊。所以大家最关心的这个问题，刚才朱博说，那个空簧升到最高之后，离地能在200以上。对，220以上。对，像这个的话，这种通过性的话，我觉得在纯电的 SUV 里面，应该是已经是至高的一个等级了。对，这个还是一个全场景的一个 SUV 吧。你看它外观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科技豪华的，比较优雅的。对。但是实际上它的性能还是很强悍的，4驱600多匹马力，然后离地间隙带有空簧，有一些越野脱困的能力。然后同时空间又很大。昨天我发了朋友圈，他们不是发了一个沙漠的一个预告视频吗？那个视频真的给我帅到了。那只是一个预告视频。那我发了朋友圈，就是摇滚圈说了句话。摇滚圈说句话叫“穿西装的才是最狠的”。西装暴徒。穿西装才是最狠的，所以这款车我觉得还全场景吧，真的是蛮适合我们绝大多数普通家庭、普通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就是能越野，空间又大，相对时尚，城市里也能开。然后它的然后你去全场景，你去工作，你去社交，你去郊游，你和家人相处，你甚至带娃，或者是自己去偶尔的去撒个野，这些都能够涵盖，都可以啊。昨天那个视频真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可以去我们的主页上去看一看。对，抖音上也有很多网友在那个地方也就偷拍到了嘛，就放出来了。我看到了，其实昨天我看到2个视角，真的给我惊到了，就是那个叫做至高的一个沙峰，对吧？对，这个大家很多越野的网友知道，就是很多人真的说有没有必要，但是我们不是说有没有必要，我们只是说这个车它可以做到 SUV 该有的东西。是的。就像是我们平时做的一些工况的实验，可能
没有到那么极端的状况，但是我对，们为了我们所做的整车的能力的极限，一定是远远涵盖和超过了大家日常使用极限。是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最近新能源出来之后，大家还有一些观点，说，有没有必要马力这么大，对吧？有没有必要这样那样？其实我的观点是，技术可以支撑的前提之下，它是有必要的。就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没有必要呢？因为你是站在过去看现在，对，你站在未来看现在，你会觉得永远不够。那我之前跟那个我们小伙伴说了一个观点，100年前你可能觉得这个2匹马的马力就很足了，但是现在看看，你觉得2匹马力够不够？然后今天你可能觉得600匹马力太过了。但是如果再过50年、100年，你回头看看，在2024年，你们怎么才600匹马力？所以我就说，我们做汽车很多时候还是站在未来看现在，不是站在过去看现在。就包括刚才吴飞老师说的，为什么用 MPV 的这种概念来做2排？为什么用这个轿车的这种概念来做操控？那是因为大家站在过去看现在，那是因为过去传统的机械的内燃机的架构的技术的限制了有些车不能做到这样的边界极限。可是到今天，当纯电动时代来了，当智能化电动时代来了，它的技术边界是可以拓展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把这技术边界给拉开呢？而且我们的技术可以实现这些。对，之前我们俩也聊过一个话题，我一直说就是像这个建筑，当你没有钢筋混凝土的时候，你只有砖头木头，你盖的房子你不可能盖太高，你窗户不可能开太大，你的这个套内面积不可能做得太大。可是当你有了钢筋混凝土、玻璃这些先进的材料的时候，你可以把它空间做得更大的时候，你为什么把它做小呢？所以当今天我们有了纯电动平台，当今天动力已经平权的前提下，当今天智能驾驶已经逐渐成为大家慢慢接受的日常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把它做成既要又要还要的，不要自我设限，不要说这是一个家用 SUV 就不能干这个，不要说这是个 SUV 就不能干那个，也不要说我这个没有必要是这样的，是吧？我们还是把技术的边界充分的拉开。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自己去体验一下。刚才朱博提到了另外一个大家都非常关注的问题，就是7X 的一个空间的问题。朱博先喝口水啊，我来那个总结一下大家这个可能对于空间方面比较担忧的一方面，因为7X 它的定位其实不是一个大型的 SUV， 它是一个中大型的 SUV， 然后它的尺寸相对来说，我觉得可以用比较合理和克制来形容。但是其实小敖呢，我其实因为我是001车主，我可能习惯了我的车那么宽，但是当我第一眼看到7X 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台车，我有点担心它的空间。这个也是很多网友、很多可能7X 未来的车主跟我担心一样的问题。但是当我坐进7X 空间之后，它真的惊到我了。我一直在跟所有的朋友们说，这个车的空间真的比我想象中要大很多。对，就是尺寸这个事情，因为极氪7X不仅仅在中国销售，它是一个全球车。这个尺寸的SUV 是全球最大的市场，这5座的这样的一个我们叫中大型的 SUV，然后车宽、车长都是相对一个合理的范围。但是内部的空间上，因为有了浩瀚架构，因为有纯电动，我们可以做到夸张的跨级别的这个内部空间，所以大家不用担心。然后这个车实际上，我们也请了很多海外的经销商朋友他们来看，因为这种车也要出口海外嘛。大家看了之后都还是非常认可的。是的，包括前几天我们其实进行了一场媒体品鉴会，然后可能大家这个最一致的一个观点啊，就是7X 的空间真的，包括它的舒适性的功能啊，都带来了很多的惊喜。其实我个人我一点都不担心7X 的产品力，我比较担心的是大家不给它这个机会，不来看车，不来试驾。所以说，我真诚的希望大家，
因为现在现场嘛，我们成都车展也有很多，今年是 SUV 的神仙打架的一个时代，对吧？那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去看一看我们这一些优秀的车型，多去对比一下。我觉得 7X 真的是一台很值得体验的车。对。那今天大家也可以预约一下，而且昨天晚上其实展车就已经到店了。部分城市。对，部分城市的展车已经到店了。陆续到店了。对。就SUV， 刚才也聊了 SUV， 我觉得还是要把一些 SUV 特点说出来。我觉得 SUV 相比于其他来说，它主要2个特点：第一，实用，这是一个观点；第二个，它有趣。就是如果你仅仅去买实用的话，你可以买货车，你可以买这种卡车，或者是买这种面包车，都叫实用。能通勤的话，那个偶尔2轮也行。对，但是你如果仅仅是有趣的话，你可以买轿车，可以买相对小一点的。但是能够把一个 SUV， 大家为什么喜欢 SUV？ 因为它既实用又有趣。所以在实用上，刚才说了很多空间，我们觉得空间是实用的基础。就是你得有空间才会有实用性，无论是做人，无论是舒适，无论是空间，无论是行李各方面，包括刚才通过性，这是实用。第二个有趣的基础就是说了整车的这些性能，它的有趣，它得开起来很有趣。这个车的调教我也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下，这个调教是我们的我们整个 VD 团队是一个全球化团队，我们这个团队来自于。大家说极客是操控嘛？极客操控。是的。其实我们的团队来自于很多知名的企业，包括大家以前的工作经验，包含了在沃尔沃啊，包含了在萨博啊，包含了在一些跑车品牌，包括我们之前吉利自己培养出来的人才，所以这是一个相对国际化的，然后技术底蕴比较好的调教团队。所以对于 7X 的整个调教风格，大家非常欢迎大家来试一试。无论是这种螺旋的，还是带这种主动悬架、被动悬架的，调的都是非常的，我觉得有质感。它不能用某一个极致的词来说，它还是很有质感的一个感觉。这很有趣的车，再加上它的马力很强劲。哪怕你只是买单电机的版本，我觉得其实日常够用了。单电机310千瓦的话，那也是400多匹马力。是的。足够用了。然后你想，可能有一些恶劣环境、恶劣道路的话，那买个4驱的话，那马力更足够，更好玩一些。所以这是一个优雅的车，这是一个有趣的车，同时这也是一个实用的车，就是能满足到既要又要还要的需求了。对。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它是一台很值得大家去尝试的车，然后。无论你是家庭用车，还是你平时一个人开，还是说你真的要开它去越野、出去玩、去跑山，都是一台非常合适的车。而且这个车，昨天我也透露一些消息，在一些基础的配置上，我们全部把它做到了就是一步到位。比如说我们全系标配的，待会聪全部 standard， 聪也会说的，就是全系标配的双 Orin X 和激光雷达。8295这些，所以在这种硬件智能化硬件上也基本上拉到了顶格了，哪怕你买入门版也是这些。也就是说，在智能化的体验上，你会体验到最新的所有的同样的功能，所以这个然后在动力化体验上，其实动力无非的差别就是双电机和单电机的区别，但是单电机也是310千瓦的后驱，也是非常大的。那这套动力总成，包括800伏的动力总成，在极氪007上已经被市场验证过了。极氪007的功夫皇，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下，它是目前浙赛50万以内最快的车。那同样的动力总成，所以从动力的表现来说，大家完完全可以放心啊。然后同时我们的金砖我们也是金砖电池啊，100度电啊，反正这些不能说了吧？再说了，待会发布会再说待会儿聪说你先给我全说了，我待会儿说啥呀？对，但我是说一下，我想表达的观点就是，我们很多东西都是标配的，很多东西都是标配的，因为还是把最大的诚意给用户吧。很多东西都是标配的。对。那小敖在想，那这个车，待会儿可能大家本来就期待一个价格，因为大家都相信极氪肯定会给到最好的一个配置。我觉得对极氪的我们叫产品力是很足的。产品力是很足的。打一个比方吧，我们不追求绝对价格的最低化，因为那个就绝对价格最低化未必是性价比最高。我们要先看一看配置。
对对对，看一看这辆车本身的素质。我们经常我自己说的一个产品观点，比如说同样一个肉包子，一个1块钱，一个2块钱，你说哪个便宜，哪个贵？那如果我告诉你，什么都不告诉你，你可能觉得1块钱的便宜，2块钱的贵。但是我如果告诉你，我的2块钱的可能面粉用的是这种什么高纤维的面粉啊，然后我可能这个猪肉用的是这种什么泉水养殖、山锅养殖的这种跑山的黑猪肉啊，那你可能觉得2块钱的便宜呢。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相对的质感，就极氪一直做我们叫有质感的高级的车，我们会把产品力做足，但绝对不会追求绝对价格的最低化，我们会追求价格的合理化，价格的合理化，让大家也相对你比如说你喝奶茶吗？我当然了。对，奶茶谁不爱奶茶呢？那奶茶也分很多的价格区间嘛，对吧？其实我是觉得不同的价格区间都有不同的奶茶，不同的价格区间都有不同的产品。那我们一定是这个价格区间，我说最好会不会违反广告法？但是我是觉得我们是在很好，值得大家最好的之一吧。最好的之一吧。我觉得我们一定是在我们这个价格区间，我们这个面对的消费群体中，最好的产品之一啊。其实我放在全球来也不怕。放在全球来也不怕。在这里也给大家闲聊一聊。007跟这个是同平台嘛？同平台的一个车。007前段时间被日经新闻拿去拆了，我们都不知道，他们买过去就拆，然后连续拆了好几个月，现在连续出了12期的拆解，也就是把我们每一个零部件到芯片级全部拆开了，所以整个对我们的技术评价还是非常高的。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说，哪怕我们极氪 7X，你放在全球来说，我们也敢说，在这个细分市场里边，我们是最好的产品之一啊。其实我不想说之一的，但是就是其实可能我们直播间很多朋友都已经跟朱博很熟了，因为朱博是我们直播间的老朋友，朱博也很乐意在直播间分享产品。我觉得分享产品、分享这些观点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很愉悦的事情。是的。至少大家从我这里得到的信息是一手信息。至少我从这里得到大家的反馈是一手的反馈。是的。对。然后其实也欢迎大家多跟我们朱博可以来在直播间也好，或者是在线下活动见到也好，我们可以真正的坐下来聊一聊我们的产品。或者是大家有什么样的疑问都可以来问朱博。然后刚才问了空间的问题和我们通过性的问题啊，其实在来成都之前，我在一家极氪门店门口碰到了一位极氪的车主，然后当时他的宝宝可能刚出生不久，他带着他的妻子还有他的宝宝一起在我们的极氪门店做保养。然后当时他们出来的时候，我遇到了他们，然后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其实当时心里很有触动。那时候我觉得这大概就是一个幸福的一个家庭。然后对于家庭来说，一辆真正适合他们的车是什么样子的呢？很多人也在问我，如果说这一台车要作为我家庭的主力用车，我还要带宝宝，有时候还要有这个长辈在车里的话，这台车它合不合适呢？合适啊，就是我们说了嘛，就是大家到这个阶段，你的生活状态就是既要又要还要，然后你的社会角色也是既要又要还要，对吧？你上有老下有小，公司你也需要你，家庭也需要你，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这还是需要，比如说老人来看看你们，跟你们偶尔住一段时间，让老人坐在这个车上也是非常舒服的，无论是空间啊各方面的，大家在内饰上也会看到有很多的一些内饰细节，对吧？大家其实已经透了一些，已经透了，就是能讲的我现在就讲嘛。比如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车上最基本的一些东西，像遮阳帘啊，包括后窗的这种电动的窗帘啊，包括这些，它都是一些应该说是跨级别的舒适性的配置。这个还是希望能够给家人更好的一些舒适性的体验。是的。我们不是为了堆配置而去堆配置，是为了实用性出发。对，我一直在说一个小细节，就是大家说你这个车，窗帘是非常好的，但是为什么要用电动窗帘？电动窗帘是不是成本很贵？是不是为了选择配置？其实不是的。电动窗帘虽然成本很贵，但是我们是考虑场景，一个
很实在的痛点场景，就是很多时候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他会是一个人带孩子，一个人带孩子出行。当你一个人带孩子出行的时候，你小朋友坐在后边的时候，你在开车的时候，你还能伸手帮他拉窗帘吗？哦，这个场景我确实没想到过。你怎么可能伸手帮他去拉窗帘呢？是的，其实我会发现很多有宝宝的，特别是婴儿的在车里的家庭啊，他们在这个婴儿座椅的旁边都会直接放一个就是固定的帘子。对，大家会用各种方法去买，去网站上去买各种后装的，然后塞进去、卡进去。对，这是日常的生活痛点。我们觉得大家有痛点，那我们就在前装把你做好。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确实花了一点钱，但是我们觉得这个体验会非常好。你可以用语音或者是就是手点屏幕就可以当你宝宝在后排睡着的时候，把二排给照顾好，把窗帘升起来，挡住阳光照在他的脸上。我觉得这是能打动每一个父母的瞬间，对吧？包括这个壁柱上的这个摄像头，很多网友看那个照片上发现有个摄像头，摄像头干嘛用？摄像头有很多用处。它有很多用处，但其中有一个用处，我还是说刚才那个场景，当你一个人带小孩的时候，你怎么回头去看他？你通过摄像头，你可以把小朋友的所有的状况就直接投在你的大屏上，你就可以实时看看，哎，他开心不开心，他哭没哭，他闹没闹，他睡着了没有，各方面的，然后同时你又能够安全的去驾驶，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体验我们车吧，因为仅仅从图片上，仅仅从这些参数上，你是触摸不到这个车的灵魂的。就是还是那句话，希望大家能够来就跟一个人一样。如果我简单的描述一个人，这个人1.8米，然后这个人100多斤重，然后有个概念，但是这个人灵魂什么样的，你要和他接触。我觉得打动人的往往就像咱们朱博一样不，往往打动人的是灵魂。这个车我希望大家能够来多体验体验，然后不仅仅只看参数，我们的参数已经很强悍了。是的。对，但是我觉得强悍的参数并不能完整的代表我们的产品，强悍的参数只是我们产品很表面的一些东西，更重要的还是整个产品的内涵、产品的灵魂、产品的一些你使用过程中得到的一些体验的东西，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聊吧，我觉得看时间也快差不多了啊。就是你还想想还有什么能讲的，但还没讲的，还没有传达出来的。哎呀，很多。其实刚才朱博也提到了一点。我再提一个，就是大家经常会说，那这个车最重要是什么？其实我们在网上也做了调研，我们问一个家用的 SUV 最重要的几点什么？其实大家选的前几点，排名第一是安全。对。然后空间舒适、性能。这些方面是排名前几位的。那我觉得我们的认知跟大家一样的，关于安全，你永远可以相信极客。而且待会聪聪在发布会上也会宣布一些个别在这个车上首发的安全技术。今天能讲的会今天讲，今天有些东西可能还留在正式发布会上讲。但是这个极客7X的安全的整个的性能、整个的设计。就是全球新能源汽车的标杆，这个我可以毫不夸张说的，全球新能源汽车标杆，因为我们用了很多的先进的技术在这上边，就是你完完全全可以相信这个车。我刚朱博顿了一下，我还期待能够听到什么剧透呢？马上发布会了，马上发布会了，还有大概6分钟不到的时间，马上就要接到我们身边的主舞台的发布会了。然后大家可能关于7X 的这个期待也拉得越来越高了。刚才朱博重点提到了，大家也是至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作为一款家庭的全能的 SUV， 全能的，我觉得真是全能的。它的安全性，我们有独一无二的一个创新，有趣实用的校车，一个有趣实用且安全，能够照顾到你家人，能够照顾到你们舒适性，而且还能够照顾到你驾驶乐趣的一台车。对。然后很多朋友都在关心价格的话呢，其实在这里也可以给大家剧透一下，待会儿的发布会啊，应该是会开启预定。对，会开启预定，所以大家如果说对于这台车感兴趣的话，一会儿的这个发布会一定要注意认真的听。那刚才朱博其实也已经跟大家分享到了很多了，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觉得可以继续来聊一聊我们已经
这个就是公布的一些消息。对对，这个发布会待会发布之后，大家可以在发布会上了解信息，然后到店里去看看车。对。试驾车也会陆续的到店，陆续的到店。那因为它是需要有运输啊、发送的过程。是的。然后关于颜色和这个车身方面的话呢，其实很多朋友现在也在讨论颜色。那目前的话，比较火热的颜色有我们的黑色、白色，然后今天我们的主舞台上还会有另外一个颜色。对。然后昨天晚上还发现一个特别好看的颜色，是吧？绿色。这个绿色真的一众的好评，是吧？这个对，我觉得反正我们提供了7种颜色嘛。提供了7种颜色。对，极氪7X 我们提供了7种颜色。哦，是这个寓意是吧？倒不是寓意，这是个巧合，这是个巧合。七龙珠你。所以关于颜色的话，大家还是可以好好的去对，总有一种颜色能够选到吧。然后内饰颜色也会公布，大家如果喜欢清新一些的清新的颜色，大家如果喜欢这个叫实用一些的，也会有相对的比较安全的颜色嘛。比较保守的。不是保守，因为很多大家觉得，小朋友在车上容易脏啊、清理啊什么的，对。那可能。好，现在先不剧透了，因为目前好像看到的内饰的颜色好像就对慢慢浅色的内饰透的比较多。我在这说没关系啊。大脑开始飞速的运转。我觉得应该首批上市三种内饰颜色吧。在网上图片上都可以看得到的。是的，而且7X 的话，它的整体的外观的设计语言，大家可以。看一看的话，它其实也是家族式的一个设计。它是隐藏能量的再进化，我觉得还是科技的豪华。是的，就是这个语言从007首发到 Mix 亮相到极氪7X 3款车出来之后，其实语言的成熟度、接受度越来越高了。就整体的理念还是科技的豪华，还是我们说的，它要豪华，科技的豪华，但是是来自未来的豪华，不是从过去的豪华。而且我们把这种豪华的设计带入到了大家的日常的生活里，这是一台全能的、安全的、有趣的、实用的纯电 SUV。800伏。全系标配800伏，拥有没有什么里程焦虑的问题，拥有强大的智驾能力，对，解决您的里程焦虑。希望大家都可以去试一试。展车已经陆续到店，接下来马上就要进入我们正式的发布会。The Zeekr 7X was created with one intention: to bring the high-end luxury experience within reach of the everyday user. Its aim is to make luxury accessible, not distant. The true luxury of the Zeekr 7X is found within. The human touch interior design puts people at the forefront. Every detail is meticulously crafted, from each stitch and material to the buttons and ambient lighting, making luxury tangible and within reach. Taking a cue from the spaciousness of an MPV, we have created an all-encompassing second row space, resulting in a luxurious 5-seater with exceptional flexibility. Practical comforts such as an electric sofa and screen, table, sunshade ensure every occupant on board a luxurious experience. This is the Zeekr 7X. It's born of a pursuit for luxury, crafted to elevate your most genuine feelings to the utmost. 设备调至震动或静音状态。
有请吉利控股集团总裁、极客智能科技 CEO 安聪慧先生。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 Z 客，欢迎来到极客展台。今天我们将一起来见证豪华大5座的 SUV 极客 7X 的全球首秀。极客不造无聊的电动车。极客从首款车开始，我们始终坚持着品类创新的理念。001让猎装从小众车型走向了大众市场。009原生纯电重塑了新能源时代豪华 MPV 的新标杆。007更是以3个800的绝对实力，成为了800伏时代的全能车手。而今天，当我们进入到了主流的纯电 SUV 市场，很多人都很好奇，极客又会怎么做呢？在 7X 之前，市场上最成功的纯电 SUV 就是特斯拉的 Model Y， 作为该品牌的绝对标杆，所有的后来者都在效仿它，但直到今天，没有人超越它。追随别人，永远不可能实现超越。所以今天 7X 将带来不一样的答案，那就是重新的定义纯电 SUV。我们要在创新中回归用户需求的本质，来造一款绝对全面也绝不无聊的纯电 SUV。Luxury, I believe, is an experience. It's rooted in our genuine feelings, not just surface appearances. The journey into luxury begins with the exterior design. Obviously, at first glance, The distinctive Stargate seamlessly integrates advanced intelligent tech with sleek design. Through its dynamic light display, the car can show 1,000 different faces, while over 1,800 lamp beams bring emotions to life. The Zeekr 7X, a luxurious 5-seater SUV designed for the global market, was created with one intention: to bring the high-end luxury experience within reach of the everyday user. Its aim is to make luxury accessible, not distant. Employing the hidden energy design philosophy, beneath the smooth exterior lays a power that extends effortlessly. Like a sculptured masterpiece, it redefines the classic silhouette of an electric SUV. The golden ratio, 0.618 of the body from any angle, ensures the 7X always looks harmonious and balanced. The dawn's first light, arching towards the sky, inspired our top-line design. The fluid lines at the rear create a broad, confident shape, conjuring a sense of limitless possibilities. It's a perfect marriage of aesthetics and functionality. This is the Zeekr 7X. It's born of a pursuit for luxury, crafted to elevate your most genuine feelings to the utmost.
选择一款 SUV， 空间是用户的刚需，前排要大，后排要大，乘坐的空间要大，储物的空间呢也要大。绝对的大空间，首先来自于车身的尺寸，我们的车长、车宽、车高和轴距全都比 Model Y 要大一圈。但我们认为，用户的体验比尺寸还要更重要。纯电 SUV 的空间的标准应该是要有更高的得房率。我们凭借着原生纯电的浩瀚架构 ，7X 以4.8米的车长实现了2.9米以上的轴距，那得房率也超过了83%，同级最大。那光有得房率还不够，一个宽敞的房间还需要足够的挑高。那今天的纯电 SUV 一味的去追求低分组、清一色的溜背设计，牺牲了 SUV 本应该拥有的纵向空间。而 7X 不溜背，它由极客全球的首席设计师希拉夫先生亲自操刀，让纯电的 SUV 回归经典。这样的设计呢，好处呢显而易见的，它无论是在前后排的头部的空间，还是后排的腿部空间，还是全车的储物空间 ，7X 都是同级第一。谢谢。那这才是真正的豪华大五座。不仅超越同级 ，7X 还实现了对大型 SUV 的越级领先。头部空间的表现比肩宝马的 X5， 储物能力也有更大的惊喜。请看屏幕。谢谢。7X 凭借不溜背的造型和纯电底盘的天然优势 ，7X 对空间的利用堪称极致。它的后备箱储物空间在不影响后排乘坐的同时呢，最大可达765升，再加上62升的前备箱，足够放下了3个28寸的超大行李箱和2个2寸的登机箱，还有外加一个16寸的儿童行李箱，能够轻松的装下全家人的旅行装备。不溜背装的更多，不溜背也能够更有型。那 7X 拥有 0.618 的车身黄金比例，从任何角度看过去都能得到更稳定的视觉中心。通过对车间线的加宽处理，与后轮形成了更强悍的肌肉曲线，让车尾能拥有超跑般的低趴的这种动感。
那 7X 前脸呢，采用了极客一体式的智慧灯幕，它也拥有了全球最长的93英寸的巨型的灯带，最经典的泵式的前盖和最有个性的墨镜脸，它能让人过目不忘。那外表呢绅士，内心呢骑士，这就是极客 7X 的经典设计。诗和远方是用户对于 SUV 的最大向往，而今天的纯电 SUV 没有远方，只有城市。为了改变这一现状，那极客的 7X 全系采用了800伏的高压架构，搭载了100度的麒麟电池的版本，续航里程能达到780公里。跑得远也要充电，要充得快。那搭载75度的第2代的金砖电池的版本，续航里程也超过了600公里，而且它还是全球充电速度最快的 SUV。它能做到最高的充电倍率 5.5C，SOC 从10%到80%仅需10分半钟，也就是说充电5分钟，高速行驶2小时。谢谢。在通过性、脱控的能力是 SUV 的必答题。离地间隙呢，也就是诗和远方的门槛。那在燃油车时代，主流的 SUV 的平均离地间隙在180毫米，而今天的纯电 SUV 呢，以 Model Y 为例，还不到170毫米。那大家想一下，公路旁的马路牙子的高度有多高吗？150到200毫米。那作为一款 SUV， 甚至连高一点的马路牙子都上不去。那在 7X 上，我们的标准版本的离地间隙就超过了190毫米，远超同级的纯电，也优于了很多的豪华品牌的燃油 SUV。难道这就够了吗？那极客 7X 还搭载了同期领先的空气悬架加 CCD 的电磁减震系统，底盘可升降的范围达到了70毫米，最大的离地间隙高达230毫米，可以比肩硬派越野。也凭借着精细的标定和分布式的牵引力的控制系统和智能的扭矩分配系统，大大的提升了整车的抓地力和通过性。无论是在交叉轴、S 坡还是45度的硬土爬坡，都能够如履平地，轻松脱控。谢谢。当然，这还远远不是 7X 的极限。下面请看大屏幕。好，谢谢。刚才这个视频呢，是最近在沙漠珠峰进行的挑战测试。那在此之前呢，只有真正的硬派越野才能够面对它。作为第一款
敢于挑战沙漠珠峰的纯电 SUV， 它的最终表现呢，我们将在后续来为大家来揭晓。好的，很多的用户选择 SUV， 就是要满足全家人的出行需求，所以 SUV 的后排体验至关重要。那什么样的后排最豪华、最舒适呢？是的，一定是 MPV。极氪009是豪华 MPV 的标杆，它的第二排呢，也超过了很多超豪华品牌的旗舰车型。那为此呢，我们采用了 MPV 的开发理念，为 7X 带来了同级最享受的后排。那在材质上 ，7X 的后排座椅采用了与009相同的纳帕的全立面的头层真皮，它能够更柔软、更亲肤。那在结构上，我们也为它开发了同级唯一的电动滑轨，它能够实现215毫米的前后滑行，座椅的靠背可以躺至134度，那同级最大。我们也设置了触手可及的物理按键，那无需起身呢，它就能够调节副驾，它能够获得最大的腿部空间。那在功能上，除了通风、加热、按摩，还有连体式的腿托和超宽的中央扶手，电动桌板和 OLED 的后排的智慧屏，一应俱全。在 GX 我们也第一次把 SUV 的后排座椅升级为 MPV 的电动沙发。我们要让纯电 SUV 的用户享受真正的沙发自由。从用户的真实需求出发，除了坐着舒服，还要有防晒和隐私。那极氪的 7X 标配超大的全景天幕，天幕的尺寸也是同级领先，全系呢也标配同级最大的防晒电动物理遮阳帘，它不仅让座舱更加的凉爽，更能让后排的成员得到旗舰级的隐私保护。那安全是豪华的第一要素，也是用户选择 SUV 的基础要求。作为被超过30万用户认证的公路坦克，极氪式的安全不止于标准工况，我们的标准远超于行业。通过对中国道路真实事故的数据进行了深入研究，我们发现侧碰加翻滚是 SUV 这类车型最危险的工况。那针对这个课题， 7X 呢从实战出发，进行了主被动安全的双重强化。那就是在正常行驶时，我们的空气悬架系统可以随着车的加速度，主动的降低车身的高度，来提升操稳。那在被动安全方面，我们借鉴赛车的安全设计理念，我们又带来了汽车安全技术上的又一项重大突破。极氪全球首创的穹甲车身安全结构设计。那它的最大的创新是在行业首发搭载2000兆帕超长一体的成型热气胀的钢柱，它的屈服强度比肩核潜艇，是普通的成型工艺的8倍。那作为 A 柱的核心材料，它直接向上延伸成为上边梁的核心结构，它能覆盖主驾及2排的头部区域，单侧的长度长达2.35米，中间没有任何的铆接和焊接。同时呢，我们也对车身的侧面的其他关键部位运用了行业最强的
2000兆帕的热成型钢全面增强，结构的长度超过了12米，它的用料超过上车身的总重量的10%。那在量产车型上全球第一，让极氪 7X 拥有 SUV 中最抗撞的穹甲车身，我们堪称隐形的防拱架。那在各种的集团的工况下呢，最大的限度来守护每一位成员的安全。当然 7X 的安全创新还有很多，对于信息安全、健康安全、儿童守护，甚至是电磁安全等等。因为时间的原因，今天就不做一一展开。总之一句话，新能源时代，极氪就要做行业最高的安全标准。谢谢。以安全构筑豪华底线，从用户的本质需求出发，重新定义纯电 SUV。经典不溜背，83%的座舱得房率，乘坐储物都宽敞，可乘可野，230毫米的最大离地间隙，通过性兼比硬派越野。那豪华 MPV 的后排体验，能坐能躺，还有腿托，能够实现沙发自由。那打造钢筋铁骨的更安全的公路坦克，这就是极氪 7X 重新定义纯电 SUV 的新标准。极氪 7X 全系标配全站800伏的高压系统，全系标配高性能的碳化硅的电驱，全系标配前双叉臂后5连杆的独立悬架，还有一体式压铸和全球首创的穹甲车身，远端安全气囊等顶级的安全配置。那全系也标配21个高保真的扬声器， AR HUD 8295的座舱芯片，双 Orin X 激光雷达和自研的智驾系统，和电动的物理遮阳帘，和后排双侧遮阳帘等等。配置上顶格拉满，能力上要面面俱到，体验上也绝不无聊。那这就是我们豪华大5座 SUV 极氪 7X， 这才是一辆纯电 SUV 该有的样子。The Zeekr 7X was created with one intention: to bring the high-end luxury experience within reach of the everyday user. Its aim is to make luxury accessible, not distant. The true luxury of the Zeekr 7X is found within. The human touch interior design puts people at the forefront. Every detail is meticulously crafted, from each stitch and material to the buttons and ambient lighting, making luxury tangible and within reach. Taking a cue from the spaciousness of an MPV, we have created an all-encompassing second-row space, resulting in a luxurious 5-seater with exceptional flexibility. Practical comforts such as an electric sofa and screen, table, sunshade ensure every occupant on board a luxurious experience. This is the Zeekr 7X. It's born of a pursuit for luxury,
crafted to elevate your most genuine feelings to the utmost. The Seeker 7X was created with one intention: to bring the high-end luxury experience within reach of the everyday user. Its aim is to make luxury accessible, not distant. The true luxury of the Seeker谢谢。关于 7X 的更多的惊喜，我们将会在9月20号上市发布会的时候呢，向大家再做详细的揭晓，敬请期待。好，接下来请容许我宣布，豪华大5座 SUV 的极氪 7X 即刻开启预定。我们拥有这个级别最豪华的全系标配，从3电到底盘，从座舱到支架，100余项的顶级配置。别人的顶配，我们的入门即标配，它的最低起售价为23.99万元。它拥有超越100万级 SUV 的豪华舒适体验的旗舰版车型，我们将努力控制，使它不高于30万元。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预算进行理性的选择，也相信 7X 一定能够进入你的决赛圈。那与此同时呢，在9月20号之前支付意向金的用户，还将享受1000元抵4000元的限时专享的购车权益。好，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展车呢正在陆续到达全国的门店，欢迎大家到店体验。再次感谢大家的到来，下一个精彩很快与您相遇，谢谢。极氪品牌新闻发布会到此结束，接下来。The Seeker 7X was created with one intention: to bring the high-end luxury experience within reach of the everyday user. Its aim is to make luxury accessible, not distant. The true luxury of the Seeker 7X is found within. The human touch interior design puts people at the forefront. Every detail is meticulously crafted, from each stitch and material to the buttons and ambient lighting, making luxury tangible and within reach. Taking a cue from the spaciousness of an MPV, we have created an all-encompassing second-row space, resulting in a luxurious 5-seater with exceptional flexibility. Practical comforts such as an electric sofa and screen, table, sunshade ensure every occupant on board a luxurious experience. This is the Seeker 7X. It's born of a pursuit for luxury, crafted to elevate your most genuine feelings to the utmost. The Seeker 7X was created with one intention: to bring the high-end luxury experience within reach of the everyday user. Its aim is to make luxury accessible, not distant. The true luxury of the Seeker 7X is found within. The human touch interior design puts people at the forefront.
Every detail is meticulously crafted, from each stitch and material to the buttons and ambient lighting, making luxury tangible and within reach. Taking a cue from the spaciousness of an MPV, we have created an all-encompassing second-row space, resulting in a luxurious five-seater with exceptional flexibility. Practical comforts such as an electric sofa and screen, table, sunshade ensure every occupant on board a luxurious experience. This is the Zeekr 7X. It's born of a pursuit for luxury, crafted to elevate your most genuine feelings to the utmost. The Zeekr 7X was created with one intention: to bring the high-end luxury experience within reach of the everyday user. Its aim is to make luxury accessible, not distant. 各位直播间的 Zeekr 们，回到我们的直播间，我是主持人 Coco。不知道大家刚刚看到我们7X 的这个发布会的感受是如何啊？听到我们的价格，听到我们的配置，内心有没有一种冲动，想立马就下定了呢？那如果说现在大家这个下定的话，咱们还有一定的优惠的，1000抵4000的这样一个优惠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说看到了我们7X 发布会，对我们7X 非常非常的心动的话，咱们抓紧时间吧。那今天呢，我们在发布会结束之后呢，同样啊要给大家做小总结。我们今天还是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这个用户运营兼数字营销总监范鑫范局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跟我们 Zeekr 们再做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范局啊，这个应该算是大家的老朋友、老熟人了。然后这个刚才 Coco 上来就这个把我们的权益又说了一下啊，就是对我们每次这个发布会后呢，都会例行的有一个敲黑板的节目，然后这个巩固一下我们这个车型的要点，还有我们的这个价格权益等等这些，是的，帮助大家更这个深入呢、彻底的去了解我们的这个全新的产品。是的，那今天呢，我和范局啊，我们俩今天当小老师了，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发布会之后总结我们的重点。我相信刚才有很多直播间的 Zeekr 们可能是刚刚点开我们的直播间，没有完整的看到过我们聪刚才的这个演讲啊，这个发布会的现场。没关系，今天我们的范老师给大家敲重点了。我们刚刚发布会关于7X 有什么样相关的信息，什么样的内容点，我们请我们的范局来给我们简单的做一个介绍。这个我刚才看这个聪的发布会啊，反复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重新定义这个纯电的 SUV。是的。对，那么究竟怎么个重新定义法呢？其实这个是我们最核心的产品点。那第一个是从设计上，就是我们这个发布会上讲到，其实过去有很多这个车型为了追求我们的这个大家都知道 SUV 本身它有更大的迎风面积，对，然后能耗呢，在这个空气动力学上会吃点亏，那所以过去很多这个车型呢，为了追求这个风阻的效果，然后都会用这种溜背的设计。但大家也知道，溜背的设计会牺牲什么？会牺牲我们的后备箱的储物的空间。对，空间所以呢，我们这个第一个重新定义就是从设计上去重新定义。那我们把这个还原给这个原来我们最初的 SUV 的一个设计的轮廓，让大家看到有一个更加垂直的我们的 CD 柱的一个设计。然后就是这样的话，就让我们有了一个更饱满的，然后更这个空间更充分的一个后备箱的容积。对，所以第一个就是我们回归设计，而同时呢，大家看到这个是我们在这个007之后的又一款使用我们 Hidden Energy 隐藏能量这么一个设计语言的车型，然后在这个车上大家依然能看到我们这个一体式的这个 Stargate 的这个光幕。是的，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漂亮的一个点睛之笔。对，而且呢，大家依然能看到，比如说我们车身上全部隐藏的，比如说我隐藏式的水切、一体式的这个外后视镜，甚至连我们后面的这个后雨刷，它都做了一个隐藏，依然去延续了我们这个隐藏能量的这个设计美学。
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们重新定义这个 SUV 定义什么呢？我们重新定义了第二排。哦。那这个重新定义第二排，我们讲旗舰 MPV 一般的乘坐空间，然后和乘坐体验。对。那第二排呢，我们可能一会儿会给大家带到这个车上去，实际的去感受一下。真的吗？一会儿可以进到车里。对，正好我们在这个发布会上，因为大家以前总觉得我们就干说，对呀，不过瘾。那今天我们就把这个过程给大家进化一步啊，那太好了。对，让大家这个上到车上能有机会去体验。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车上有电动桌板、电动的屏幕，还有这个电动的躺椅。而且我们这个躺椅可以达到134度的这个角度，可以非常舒服的让你躺下来。所以在这个级别上，我们的这把座椅应该是可以说同级绝无仅有的这种配置了。哇，一会儿真的要带大家去感受一下。那同时重新定义还有定义什么？我们的空间。那前面说了，我既然把设计上定义了，还原它 SUV 应该有的姿态和车身的设计，那么它的承载空间、储物空间，我们一定是做了精心设计的。那包括像大家经常用的冰箱，我们后排座椅的这个小抽屉，它把车内的这个空间应有尽有的给大家呈现和释放出来。我觉得这一点呢，对于追求 SUV 本身是空间实用性的用户来讲，是个非常关注的点。那么后备箱的储物空间，它不光是随着你的这个放倒4、6分割能做这个空间的变化，而且由于我们这个后排座椅可以电动前后滑动，你即使在后排坐人的情况下，依然可以达到一个空间的一个释放。一会儿呢，这个我们可以上车给大家展示一下空间的实际情况。好的，没有问题。那还有一点就是极客一贯的这个名片，就是我们的安全。安全。那在这辆车上，我们在这个整个车内去布置了非常多的高强度的钢材。这个我今天就不细细展开讲了啊，就是大家回头可以看我们陆续释放出来的信息。那既然有公路坦克这个称号，我只能说在这辆车上它更坦克。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后续揭秘的关于车身安全，还有我们主被动安全的一系列的技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饭局对于我们本次7X 发布会的总结啊，我觉得全部都是重点，而且这些亮点真的是让我们直播间的 Zeker 们能够眼前一亮的，就是大家会，我觉得听起来我可以选择它，我可以买7X。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从饭局总结的这个几点，深入的带大家聊一聊我们的7X，好不好？带大家更加这个深入的了解一下我们的7X到底是一款怎么样的车型。那其实提到7X呢，我之前在这个直播间直播的时候还没有释放出消息的时候，已经有很多朋友在问了，说哎呀，我们的这个中大型 SUV 什么时候出啊？那我们在释放出消息的时候，有很多人也在问说7X 什么时候出？7X 什么时候出？今天它终于来了，我觉得真的是相信很多直播间的 Zeker 们和我们的用户朋友们都是万众期待的一天了。那我就想跟这个饭局聊一聊，我们7X 它到底是适合哪些人群呢？就什么样的人群可以选择我们的7X？那它又和我们这些人群怎么进行这个定位的匹配的呢？就是我们这辆车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它适用人群会比较宽泛，因为它的这个主打一个全能、全场景的一个纯电 SUV， 所以呢，它既适合于我们的这种年轻人、两口之家，同时也适用于我们一孩或者二孩的家庭。对，所以你出行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个车前后排的这个照顾都非常周到，所以不管你是这个小单身，对吧？然后这个新婚小两口，还是家里有1个甚至2个孩子的家庭，其实我们这辆车都能很好的满足你日常出行的一个要求。确实。对，而且呢，它因为大家在发布会上我们看到，我们是一辆 SUV， 有更好的通过性，所以它有更强的全场景的能力。所以无论是你这个在公路上去行驶，还是去一些稍微有挑战的一些这个非铺装的路面的一些情况，它都可以满足。所以哪怕是一些入门的这种越野的爱好者，喜欢去露营的爱好者，也非常适合这个车型。我觉得饭局说的就是咱们7X真的就是全方位的人群都覆盖到了，不管是你是这个我是单身的，还是说我有这个家庭了，我有孩子，或者说我是露营的爱好者，喜欢外出的，都可以选择我们的7X啊。那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如果说您是这个单身的这个朋友，您是带孩子的朋友，您是户外的爱好者，一定要看一看我们的7X，会带给你非常的惊喜。简单说就是男女老少都来看看都来看
看一看。如果说大家这个恰巧在我们这个成都的话，也可以来我们成都车展看看我们的 7X 啊，一定会给大家一个这个满意的啊这个答复的。包括大家也可以看看我们的外观、我们的配置啊，都是非常非常棒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啊，想要问问这个饭局了。其实您刚刚提到了，我们 7X 对于我们家庭出行来说是非常非常棒的。包括其实我们很多的这样一个家庭，他们去选择车型的时候，可能更多的会考虑我们的 SUV， 更多的去考虑我们的这个商务车型，我们的 MPV。那我们的 7X 它推出了哪些功能能够适用于我们的家庭出行，对于我们的家庭出行得到更多的一些便利呢？没错。这个首先呢，针对家庭的日常出行，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去乘坐我们这个车，然后它都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便利性。比如我们后排座也有这种通风，然后按摩的这种功能。那老人坐在后排肯定会更舒服一点。然后包括这个累的时候可以用我们的这个躺椅的功能去休息。是的。然后我们的这个电动的桌板呢，也可以方便小朋友在车上该补习功课啊，该做作业做作业。对。但是我们之前在聊的时候，很多媒体说不要讲这件事情，你让孩子对这个事情，对，本来上车应该是玩的、欢乐的时光，不要让他想着做题啊。所以呢，这个电动桌板呢，对于学霸小朋友来说特别合适，就是走到哪儿都想做2套卷子，哎，我们这辆车特别符合。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电动桌板打开，大家也可以吃东西、看漫画，也是一个，包括小朋友，比如说在车上没事画画，它都是一个很好的场景。那我们这个电动桌板之内还隐藏了一个13英寸的 OLED 的屏幕，还有然后分辨率非常高，有2K 的分辨率，所以呢，这个打发无聊的时光，坐在后排去看看电视，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而且呢，我们这个车刚才提到老人孩子，我们的后排这个开门的角度可以达到80度，你在实际上开的时候，你基本上能感觉它是一个平开的状态。这样不管你往后排放东西，还是你抱孩子上下车，还是扶老人上下车，都非常方便。在同级别、同价位这个上面，你很难见到说后门可以开到这个程度的 SUV 的车型，所以它是非常方便的。而且刚才说那个2排屏。哎，在家长是直接可以，对，家长直接可以控制的，前排也可以直接控制。那小朋友看电视久了要保护眼睛，对吧？那可以把这个屏幕直接从前面控制去关掉，而且我们可以通过语音直接来控制，非常非常方便。我觉得刚刚范局说的这个电动的这个小桌板，我特别的有感触。其实您刚刚说的是小朋友可以写作业呀，可以吃东西啊。咱们少提写作业吧，还是画画吧，对吧？画画啊，对，吃东西啊，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对于我们家庭出行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其实我之前，我妈妈的朋友啊，她会这个有接送孩子这个上下这个课外班、兴趣班的这样一个需求。那往往有的时候小朋友需要从这个兴趣班到下一个兴趣班，那可能中间会有这个午休啊或者午餐的这样一个时间。没错。我看到其实有点可怜的是，每次他在这个后排吃饭的时候，就得端着吃，因为他没有小桌板可以放。对。就孩子觉得哎吃着也不舒服，然后也影响下一个这个上兴趣班的这样一个兴趣。那我觉得有了这个小桌板之后，对我们的这个小朋友啊，对于我们的老人啊，像吃饭啊，或者说我们去绘画呀，有一些兴趣都是非常非常棒的。好的。所以说，我觉得啊，这个有家庭的有小朋友的这样一些用户们、Zeker 们都可以看看我们的 7X， 它内饰真的是设计的1级棒。好，那接下来呢，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我们整个的内饰和座舱嘛，提到这个。内饰，我觉得现在很多朋友追求的都是内饰的一个舒适度。对，就是我买车嘛，不光要看它的这个外观造型到底是符不符合我的审美，同样它内饰一定要舒服。尤其是我们买 SUV 图的啥？图的它大空间，图着我坐着舒服，是不是？那想问问范局，在内饰的舒适度上，我们有怎么样的考量呢？就是我们这个刚才反复强调这个第2排，它不光是座椅高级，那这个我们的材质也非常高级，使用了这个 Nappa 的全立面头层真皮。那在这个后排的这个隐私、这个还有防晒这些能力上，我们也做得非常好。一个是说我们的第2排配备了同级唯一的后排的电动遮阳帘。大家要知道，我们可是无框车门啊，是的，在无框车门左右两边配备了全电动的遮阳帘。那在头顶上，我们也配备了一个电动的物理遮阳帘，有1.8平米这么大面积的一个我们的这个全景的一个玻璃车顶玻璃天幕，但是呢，我同时给它配备了一个
超大的电动遮阳帘，所以这样的话，在隐私和这个遮阳这种防晒的防护上，我们都做得非常好。因为你再怎么样做这种所谓的防晒，都不如物理的这种隔离来的这个彻底。所以这方面对于后排空间、后排的用户照顾的是非常好的。对。那除了这一块呢，就是我们的整个这个刚才讲到我们这个座椅，然后靠背的角度可以调节的范围可以多达47度。然后那个腿托可以伸出来，将近34公分左右，而且我们中央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扶手。刚才也讲过了，这个后排也有这个通风呀、按摩这些功能，和前排能享受到的是一样的。所以4个座位都是最舒适的座位。哇，就是不管我坐哪个座位，它都是最舒服的一个状态。对，没错。而且我觉得刚刚范局提到的我们的这个遮阳这个帘儿特别特别的棒。就是现在很多人他比较追求的是，哎，我车里要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大天幕，这样我开的时候，我坐的时候就会有点哇，好通透啊，好舒服啊。但是可能往往会出现一些问题，就是比如说它在这个开空调的情况下，它天幕这个对太阳的直射度，那可能还会感觉哎，我有点热，有点晒。夏天的温度也高，然后直射的话对大家感受也不好。对，很多人都需要自己花钱去买一个那个遮阳帘。但遮阳帘有个问题，你拆卸很不方便。那我们这个电动的呢，就是当你在享受那个天幕的效果的时候，你随时打开。是的。然后你需要隔离这个阳光的时候，随时关上。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非常方便的这个装备和配置。对，我觉得就是满足了大家的既要和又要啊。我既想要这种大天幕，我又可以同时有这个电动的遮阳帘防晒。没错。真的是非常非常棒。那这个一会儿呢，我们也会有请到我们的饭局啊，带大家一起去感受一下我们整个的4个座椅的舒适度啊，我们的天幕啊，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非常非常棒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刚才聊到了我们内饰空间的一个舒适度，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了。其实刚才我们都在聊静态的嘛，就是我坐在车内啊，我们的内饰感啊，那咱这个车还是要是开在路上去跑起来的，那跑起来的感觉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会有哪些的配置给到大家一个绝好的这种上路驾驶方面的体验呢？就是首先大家因为这些信息呢，其实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公布，但是我们首先讲我们是3个800，就是我们是800伏的车，然后呢800伏的这个电池，还有我们全800伏的这个补能的集充的充电网络，然后在整个的这个动力系统上，其实这个大家比较熟悉了，极客呢从来不会做无聊的车，我们依然会坚持极客式的操控。那么在这辆车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配备像007一样，这个4驱前后双电机这套组合，是的，后面电机有310千瓦的我们碳化硅的大功率后电机，然后呢，整个最高的功率可以做到75千瓦以上，那这个功率可以带来这样一辆车可以做到3.8秒左右的100公里加速的成绩，所以这个成绩已经完全是超高性能的 SUV 才能做到的一个水平。是的，你如果过去要买这样一个性能的汽油的 SUV， 你要花100万左右，甚至200万才能得到这样一个水平。那今天我们这个对吧？不要998，不要688，对吧？对吧？我们这个23.99的起售价格就可以让大家享受更高性能的体验。同时，我们在7X 上还带来了我们的装上了这个空气弹簧，那使这个车辆呢可以去做这个行程的一个变化。那我们升到最高行程的时候，这个行程可以做到230毫米。230毫米什么概念呢？大家都知道国产的有一个非常火的硬派越野车啊，我不说具体是谁了。那它的销量非常高。那这台硬派越野车，它这个普通的版本离地间隙224，所以想一想，我们的行程和离地间隙如果比硬派越野车的这个离地间隙都高，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基础的通过性。是的，对。所以在这块再加上我们这个电动的4驱，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越野能力。大家看到我们已经官宣了，我们这个爬沙漠珠峰啊！我刚看到那个场景，顺利冲顶，对，很震撼的，就大沙漠。然后，其实我说实话，我觉得007给我的第一眼的外观的感受，它是一个很灵动、很秀气的一款车型。但没想到在这个沙漠旷野上，这么这个威武的这个驰骋，也是别有一番风味在的。没错，没错。那这个我们刚刚和饭局提到了我们的这个行驶啊，那其实提到我们开车出行嘛，很多朋友他会在想这个出去露营啊，出去这个
玩一玩、兜一兜风啊，看看风景。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要带着我们的家人和朋友去出行。那人多的话，我们可能就会要考虑到我们这个整个的 SUV 的空间的这样一个问题，收纳的这样一个问题。就像刚刚我们饭局说到的，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空间。那我们这次的7X 在空间上又做到了怎么样的升级呢？就是我们现在呢讲这个车的空间都喜欢说什么呢？讲什么得房率，哎，对，然后按照这个房子的这个东西来理解，这样大家比较好理解。那我们这辆车呢，可以达到一个83.34%的越级的得房率。那大部分的车辆这个所谓的得房率都在80以内，所以就是我们在现在这个车上更好的利用了电动车本身的布局优势，做4轮4角的一个设计。我们整个的轴距达到2925毫米。那在2.9米这个轴距，你要知道这是卡宴的轴距水平哦。对，所以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然后尽可能的结合电动车的优势，把内部的空间进一步释放出来。加上我们这个车，它又像我们平常说的一样，户型方正啊，因为我们还原了 SUV 传统的这个后部的造型。对，所以它不光是乘坐空间很大，那它储物空间也非常大。那同时这辆车呢，它还结合了我们这个很多科技的元素，一个是有我前面介绍的 Hidden Energy 的这套我们的新的设计语言，是的，对，看起来就会更高级、更科技。那同时呢，它装了我们4个这个无框的车门，然后还在这个后排配备了同级唯一的这个电动的车门的侧面的遮阳帘，再加上电桌板、旋转的这个娱乐屏，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我们这个很创新的能力。然后后续的话，我们对于后备箱的功能，然后也会有更多的一些开发和配件推出，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是的，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期待一下。而且刚刚我们饭局讲的这些一系列的，包括我们空间啊、内饰方面的一些配置，相信大家真的已经有点迫不及待想要看一看我们的内饰了。别着急啊，一定要锁定我们的直播间，待会儿我们会有更多的精彩放送给大家。那我们刚刚跟我们饭局聊了这么多关于我们的外观设计语言、我们的内饰、我们的空间感，那最后呢，我还是要跟大家回到我们最初这个我们驾驶的第一要义，就是安全。安全是检验豪华的唯一标准，安全始终是我们驾驶过程当中不可忽略到的一环。那其实我们极客所有的车型在安全方面都是下足了功夫的，没错，不管是我们的001、007、009、光辉 FR 都是大家在安全上提到极客就是公路坦克。那这次我们在7X 上面的安全又做到了哪些方面的升级和体验呢？这个我们前面讲到了，这个车使用了更多的高强度的材料，比如说我们这个从 A 柱到这个 CD 柱用了一根这个2000兆帕的热气胀管梁，然后它是一次成型的。那这个东西呢，在这个我们自己内部戏称金箍棒啊，就是它直接在车顶这个结构上做了一个更强的一个强化。然后所以我们这辆车在车身的刚性，然后整个这个龙形结构的这个强度上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升级。那比如说我们自己内部去做这个8吨卡车的侧面的撞击，然后做了很多这种触碰的这样的一个测试，那依然保证它的安全。所以呢，在被动安全上，我们有一个720度的碰撞安全的体系。大家要知道，我们做触碰不是只做中间 B 柱一个触碰点，对，然后呢，我们是从前撞到从这个我们的前轮的后端一直撞到后轮的前端，要撞至少12到14个触碰点，这么一直撞完，所以没有一辆车在这个侧面的这个碰撞的安全防护上比我们做的可以更安全。是的。同时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电池一直是有我们的这个无热蔓延不起火的这个多层的一个保护的模式。那同时呢，因为我们这辆车要有很多越野的考量，对，那我们在底板的这个车底的这个防护上又做了一些加强，去更好的去保护我的车底，这个防止它这种刮擦还有异物的一些碰撞。然后我们行业还有一些这个首创的一些这个功能啊，回头我们再找机会给大家去做演示啊。今天稍微卖一个关子。好的。对，只能说呢，就我们面对比如说像门把手拉不开这些场景，我们做了更多的专项的优化和这个调整，就是我们的车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哦，行，不能说的更明白了啊。这个我懂了，不知道这个直播间的 Zker 们懂不懂啊？那后续如果说有更多精彩的话，我们同样也会在我们的极客官方直播间跟大家实时的直播的，大家一定要关注好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那今天啊，我跟饭局也是聊了非常多，聊得也很开心，也是帮大家总结了本场发布会的一些重点。不知道大家对于我们的 7X 啊有没有动心呢？如果有动心的话，咱们抓紧时间下定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当然了，肯定是大家万众期待的一个环节了，就是我们的体验环节。那在体验之前呢，我们还有幸邀请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嘉宾，他就是我们中国当代10大探险家何旭东。有请大何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欢迎大何老师，欢迎大何老师，欢迎您，请坐。那我们这个先请我们的大何老师跟我们直播间的 Zker 们啊打个招呼，做自我介绍，好不好？大家好，我是何旭东，大家都叫我大何，我也是一个达喀尔车手，也同时是一个探险家。哇，好厉害呀！那这个大何老师今天也是看过我们7X 的发布会了，那想问问您啊，考您，您看过我们这个发布会的感受是什么？其实作为一个赛车手和一个探险人，我今天在发布会的时候，给我最深的感触其实是咱们这个车上了秘鲁图峰，这个是让我非常吃惊和惊讶的，因为在2007年的时候，秘鲁图峰是我驾驶燃油车首登的，但是这2年呢不断被人刷新记录。但是呢，咱们像这种中大型 SUV， 尤其是承载式车身的纯电车登顶，我印象中应该是第一次。啊，这个不能不感叹这个技术的日新月异。非常感谢我们大何老师的夸赞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饭局和大何老师，让他们一起带领我们感受一下我们7X 的豪华内饰，好不好？那请2位移步到我们的7X。好的。好。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饭局，还有我们大何老师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跟大家做1对1的分享。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我们的饭局，还有我们的大何老师一起来带大家感受一下我们7X 的内饰、座舱的豪华所在。相信各位直播间的 Zker 们提到7X 啊，已经是非常迫不及待了。我觉得7X 这款车型是大家万众期待的一款车型。那很多朋友呢不满足于啊光看一看我们7X 的外观，因为毕竟外观呢已经是提前释放出来的，那内饰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邀请到啊我们的饭局，还有我们的大何老师带大家一探究竟。不知道大家这个准备好了没有？反正我是蛮期待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7X 座舱方面的豪华表现。各位网友朋友们，跟着我们一起来到车前。那我身旁的这位呢，就是我们的越野达人大何老师。那难得有这种机会，请到这么资深的专业的越野专家。那我们开场呢，还是要跟大何老师请教一些关于自驾游和越野的方面的问题啊。就您作为一名探险家，平常在自驾游这方面，都会去哪里？哪些路线您可以推荐给我们的这些用户呢？当然，因为我们一般呢，平常都是在做一些探险的机动车探险的项目和在赛车的路上。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也是在奔赴这些目的地。那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对于像咱们新发布的这个7叉，我推荐其实是在咱们中国的新疆。新疆现在呢，其实新进了一条非常漂亮的线路。那么因为新疆大家都知道是3山加2盆，它占了中国的1/6的面积，有160万平方公里。我们中国的4大盆地。有2个盆地都在新疆，一个是准噶尔盆地，一个是柴达木盆地。那么我们这条我推荐的线路呢是新的国道216，就是它北起现在最近非常火的这个叫我的阿勒泰。是从阿勒泰山开始，然后穿越准噶尔盆地，然后穿越天山，天山又有非常漂亮的独库公路。然后进入塔里木盆地以后，会穿过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有33万平方公里的一个浩瀚的一个沙海，然后从那儿再进入到西藏，然后
一下陡升到5000多米，然后进入到羌塘草原，那就是昆仑山脉。所以这条线路呢，应该说现在自驾游还没有完全把它给带热，但是我相信它一定是超过318和超过219的一条线路。我们这个线路叫216，大家听到了吗？我们刚才这个大贺老师画的重点啊，从非常火的这个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对，然后就是我们的边境出发往下走，然后到达我们的这个从独库公路，对，穿越天山，对，然后呢继续从独库公路往下，然后到达我们的这个塔克拉玛干的沙漠，对，也就是进藏第9线。所以这一条路上，沙漠、草原各种各样的风貌，我们都可以看到。对，它是一个地形非常的丰富和完整的这么一个地貌。然后之后还会上到高原，这样一趟就把新疆、西藏就相当于都玩了，贯通了。对，所以这条线路我们都好好研究一下，回头也欢迎我们的车友去做这方面的这个探险和尝试啊。对，那这个您刚才讲到这个我们的这个越野这一块，那正好我们这辆车本身呢有很好的一个越野和通过的能力。我想问问您，就是您觉得越野精神和越野文化是什么？我觉得越野精神和越野文化实际上是不断的探索。就是我们不管是说从徒步，然后到骑车，然后呢再到开车，我们其实一直在试图的扩大我们的活动半径。而我们的活动半径，我们的脚步的延展，开拓了我们的视野，然后呢让我们在没有知道这个目标之前，实际已经达到它了。然后呢越接近呢，实际上我们就产生了我们对这些未知领域的探索的一种欲望。所以呢，我觉得整个我们人类在地球上之所以能到今天，甚至说我们到了外太空，实际上都跟我们这种越野和探险的精神是相关的啊，它是我们进步的一个原始的动力。那像咱们这种越野的话，我知道有的时候挑战可以成功，也有一些会挑战失败的时候。那我们从这种越野专家来讲，怎么看待这些成功和失败？是这样，可能我们就是无形，我有很多的这个探险的记录，然后公布的都是成功的，但是其实大多数是不成功的。那么我们首先要保证自身的安全，然后安全的去，安全的回来。因为如果说你在这个过程中超越自己目前现有的能力，然后呢强行去做，可能我们就再没有下一次了。没错。那咱们这个上车来体验一下吧，因为现场的这个声音比较吵，我们一边上车在车上去聊，然后让您体验一下我们这个车的后排，好吗？这是您坐这一边，然后我去坐那边。好的。这是一个电动的。这个大贺老师，我们这个坐上来，先问问您啊，就是这个家里面平常您就是这个除了探险以外，平常开车应该也很多啊。就您开车的时候，一般这个车上都乘坐这个主要带朋友多一点，还是带家人多一点？都谁跟着您出行比较多？当然我们在探险过程中，其实主要是带着我的团队，然后和我的助理。但是平常在日常生活中就是家人。可能这2年呢，我的在境外的一些出行，然后和环球旅行过程中，可能副驾驶我的女儿坐的比较多。因为她本身也在国外读书，然后呢英语比较好，可以负担我一部分交流沟通的这个问题。很好。那您说，比如说像您女儿在坐车的时候，她对车上的什么功能和配置会比较有需求啊？我女儿是90后，所以她实际上是在平板电脑这个认识的世界，所以呢，她其实对前面那个大屏啊和这些功能可能更感兴趣。而我自己呢，其实因为我是一个喜欢户外的人，虽然我自己从事的是这个行业，但是我仍然是非常喜欢在户外露营，所以我对露营的这些，比如说户外的用电，然后呢包括冰箱。就是食物的储存是我比较重视的。那您说这几点，其实我们这个车上都有。对，您可以看一下这个我们这个冰箱，这个直接这个锁上了。稍等一下啊，这个是从这个位置开，这儿。可以看到啊，一个上掀的，对，这是一个看起来，我们这个是有压缩机的，这是压缩机，对，而且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模块，它其实是一个可拆的模块，它可以搬下来，对，可以拿下来，这是一个可拆卸，对，就我们之前 X 这个车就有这样一个功能，那这个车上也有，但是它和 X 不一样的是 ，X 是整个这个
扶手箱这个 console 可以拆下来，这个是后面这一半可以拆下来。那我想问一下范局，它拆下来以后，在野外，就是我们已经离开，因为它离开之前应该是有电源供给。对，它可以用这个电源外供电的方式来供电。就是拿下来以后是靠外供电。对。哦，是这样。然后您看我们前排有一个很大尺寸的这个屏幕，那对于说您的女儿来说，她无聊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个屏幕来看。同时呢，您看这儿小桌板，哎，我们这个是个电动的桌板。然后这个电动桌板里面还有一个玄机，就是我们这个电动的屏幕。它坐在后排的话，这个我没想到。对，这是一个13寸的 LED 的屏幕。然后呢，就除了说他平常在前面坐着刷剧以外，他还可以坐到后面来。然后我们这个座椅，您可以调节一下，就是来我们拉下来这个扶手。比如说有的时候您的女儿跟着您开车累了，需要休息，那这个后排您看扶手这一块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功能，你看，比如说这个，我把这个座椅按摩给您打开，您感受一下。现在能不能感受到我们这个期待的这个按摩的效果？模式也是可以。对，可以选。你看，我们有这个放松、舒展，然后背部、腰部、脊柱激活，背部激活，它有各种不同的这个按摩的模式。所以就是说，一般的这个级别的车呢，大家都知道都是前排可能有这些装备配置，但是我们在发布会上老板讲到，我们这个车其实是希望给大家打造一个像 MPV 一般舒适的后排，所以您看您那边那个座椅呢，您还可以再通过这个调节去调节前排的就老板键，然后调节副驾这个座椅的这个前后和角度，然后同时您在这个位置，您在腿的这个位置可以直接调节它座椅的这边侧边。对，然后直接可以这个往后放座椅。您看，像我的这个就是，它这两个是单独控制，但是我们是个5座车。对所以说这两边的是可以单独控制。对，这两边都可以干这个，然后这个还有一个可以伸起来的腿托，所以在后排，即便像您看您这样的个头比我还高，有1.9米，也可以把这个腿伸展起来。我们有一个完整的腿托，也可以这样躺倒，然后舒适度会非常高。所以在这块的话，这个小桌板的角度还可以调是吧？对，它还可以调，都是电动调节的。对，这个我没想到，因为我之前因为我自己的车，其实在比如说头枕后边也会有屏幕，那很小，对，而且没有小桌板的通常都是手动的，像这种电动的屏幕又是电动小桌板，还真是第一次见到。对，如果说偶尔您的这个车上，比如说像很多我们的这个家长，他如果坐后面的可能是家里的小朋友，那一方面这个有这一套东西之后，可以打发小朋友的无聊时间。另外，你可以看这个位置，就是我们有一个带物理遮蔽的保护隐私的这么一个摄像头。因为有很多车那个家长呢，我看他们会在车前面去贴那么一个小的后视镜，方便他能看到后排的全部的视野。我们这个是一个广角的摄像头，然后它可以直接通过我们这个物理遮蔽，然后能让你就是保护自己隐私。打开之后，家长在前面不需要扭头，也不需要抬头，你直接在我们这个中屏上就能看到后排的一个情况，而且它是一个广角的影像，所以你后排这个照的会非常清楚。这对于我一个中年人来说，其实它最大的作用是我带着我家的老人出去的时候，我在观察他的状况。对，还有一些监控他的一个健康的状况。对，没问题啊。还有呢，比如说有一些现在很多这种家庭喜欢带这种宠物出行，那通过这些摄像头，不光是能看到比如说老人孩子的状态，也能看到宠物的一些状态。所以这个确实非常方便。这里头我就碰上一个困扰，我家也有宠物，但是我很少带他们出去，原因就是因为我有一点那个猫毛过敏。对，对。但是好像说咱们这个车有一些自己您说的没错，我们不光是有香氛，也有这个空气净化，我们 AQS 系统。所以这个回头您可以试试，带上您的宠物到店里坐上我们的车，然后或者我们回头给您安排个试驾车，您感受一下，看还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对，因为我们前后这个区域，包括这个空调的这个出风口，都是有很好的一个兼顾的。到时候您可以看一下会不会还有这种过敏的情况。好的，对，我们确实有空气净化这个功能。然后在隐私这个方面，你可以看到像我们的这个
现在这个车没有通电啊，就是我们这个车的后排虽然是个无框玻璃，但是它的后排配备了我们的一个电动的后排遮阳帘。像这种电动的后排遮阳帘，其实这个通常啊只出现在这个很高端的这种豪华的车型的后排上，的那个200万的 SUV 上才有。对，就一般在这个价位上，甚至你在100万以内都很少能见到带电动后排遮阳帘的车型。而且刚才我在和 Coco 介绍的时候，我们讲到现在这个全景的大玻璃是个时髦的东西啊，就是我们这个全景天幕1.8平米，但是我们给这个车配备了一个电动的遮阳帘，大家可以看到它是物理可以遮光的。像好多车光是享受这个天光了，但是它没有办法遮阳，还得车主自己去买一个这种吸的磁扣的，甚至是粘的这种方式。那这个其实这个对于我们的这个用户来说，它就能起到一个很好的物理性的一个隔离。车里面光线可能不太够了啊，我再把它打开。所以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对于后排无论是这个防晒，还是我们左右这个隐私，本身你看到我们后排就是隐私玻璃，对，再加上好像天窗也是有一点隐私效果。对，我们天窗本身就是这个隔热和这个降温的一个效果，但是有了这个物理的隔绝之后，它这个效果就会更加对，这个效果会更好。对，所以我们这方面您看看，就刚才说的像冰箱，我们这个可以做到零下15度的一个制冷，然后它同时是双温的。你像我们有很多这个父母带这个宝宝出行，我们加热可以做到50度的一个温度，就是50度大家都知道，正好是我们温奶需要的这么一个温度。对，所以就是我们这个是冷热双温的一个冰箱，然后既可以给大家提供零下15度，单冷的。对，我们这个它是真带那个压缩机，以前有很多所谓的冰箱是用那个帕尔贴半导体的那种冰箱，半导体的。对，我们这个是真的这个带压缩机的，而且我们压缩机工作的时候噪音非常非常低，你几乎感觉不到。双温，但是您说露营的时候它是可以取下来在外面用，然后通过外插电。那咱们这个车的外放电这个一会儿您到后备箱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接在车里面就配备了这个外放电的接口，不需要任何这个转接头。那我这个包括你看，我们把车内介绍完，我感觉这个作为越野专家肯定对储物的这种这个更关心啊。然后这车内你像我们的这个音响、车辆的这些所有的控制，包括氛围灯、天窗、后排的这个空调都可以进行一个独立的控制。所以在这一块的话，我们这个扶手屏加上我们这个电控屏，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后排的空间。就我们自己讲呢，是要媲美这个100万级的 SUV 的一个后排体验给它带来的。我不知道这个大何老师您觉得？做到了，因为我自己有2台就是100万级的 SUV。对。一台因为偏向越野一点，所以根本就没有配置，就比较专业的。另外一台呢是我商务用的。对。那个应该说我那个车上有的这都有，我那个车上没有的冰箱。因为我那个冰箱很小，而且不能拆卸，但是也是压缩机的。对。但是不管是从尺寸也好和便利性上，其实跟这个还是没法比。对，而且我们这个刚才我说还是它是冷热双温的。对，然后没想到，比如说给家里小朋友要温奶或者热一些东西，都可以用这个东西，很方便。那车里面的这个功能我们看差不多了，咱看看后备箱。好的，好吧。他们准备往下走了，来。他们准备往下走了，你准备好机位，快点。对，我们这个全部都是电动的开门，也不需要你在这个。而且这个电动的遮阳帘啊，一般来说都是有框的，对，它才做电动的。是的，您说的没错。上面要有个扶的。对。如果是没有框的话，其实电动它对它的自己的这个要求，对，电机都是完全对稳定性、可靠性其实都是很大的要求。那我们去看看后备箱。来，我们这个后备箱呢，您刚才看到我那个座椅啊，不光是能靠背调节，还能前后移动。所以在后排坐人情况下，我的这个后备箱也有一个可变的空间。刚才咱们先回答您刚才问的电源的问题，我们这儿直接就准备了一个2200瓦功率的外放电接口。200瓦，对，所以一般的这种小的这种电磁炉、电烤炉，在我们这个车上根本不需要通过外放电的转接口，直接车上对，没问题。而且您看，因为我们有空气悬架，包括这个，刚才为什么说我们这个车豪华呢？它除了这个有这种，比如说这个悬架直接控制这个载荷这个高度的调节，我们这个整个的后排。座椅放倒，一键放倒，它也全部是电动的，纯平的吗？对，它可以放平，而且呢，它不光是说可以电动放倒，它还能电动恢复。
这个也是这个价位上的车型没有的一个装备配置。那这个进深，像我这个身材坐就是床车都可以了。对，就我们比如说弄一个气垫的这个床，就是可以直接就铺进去的，然后非常方便。您看这个。它的回复和还原也全部都是电动的，就这样的话，不光是像对于您这样的专业人士，对于比如说我们的女性车主，她用起来也非常方便。而且很多人呢，他装东西的时候，他临时往这儿装，他说哎呀空间不够了，他一般还要跑到前面去拉一下那个扳手。那现在不需要了，我们直接在后排摁个按钮，它就能弄。然后等你把东西拿下来，直接摁一个恢复按钮，它就自己恢复了。而且您说到女性车主，我还发现一个，就我们这个下沿其实是比较低的。对对，而且开口很大。那就是说，如果说一个弱小的那个女孩或者说妇女，她们去搬东西的时候，其实最讨厌的就是这个地方的这个开口小，而且它有个台阶儿。对，这个就会比较方便。对，它就可以平着推进去推出来。然后您可以看，我们在这个地板这块也设计了一个巧思，就其实这个它是一个分层的结构，这个下面放很多其他的这个工具，然后包括这种折叠好的帐篷，都是很方便的。我们的什么，比如说睡袋啊、什么桌椅啊，都可以放在这。而且它是一个硬质的板子，可以直接很方便的立在这里，然后方便我们拿东西。然后这块板子就更有意思了，我们直接设计了这么一个台子。您看，把它立起来，很稳的可以立起来，它有多种作用。对，哎，您这个还是越野专家，经常使用空间，就它能起到很好的固定后备箱的这个物品的一个功能。对，因为我们在野外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最发愁的是这种路况不好的时候，有时候经常上坡下坡急刹车。如果你车里的，比如这儿装了一些食品，或者怕挤压的，那么后边又装了一些重东西，一刹车前面东西全被挤坏了。没错，没错。那这样分区的话，就可以让他们两个区域完全功能分开，没错，而且没有碰撞。对，而且你看我们这个，因为是电动车嘛，它这个后面没有布置这种排气管什么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板下面还有一个很深的这个槽，然后可以放书包，对，深度很大，放书包、工具啊什么。像您这样越野专家，经常要装各种各样的这种工具啊，包括救援工具。是的。然后你放在外面呢，又零散又晃，那放在这里面其实就更方便。哎，确实。拖车绳啊，那些拖完了以后全是泥，再放进去跟那些自己的行李放在一起，其实很讨厌。对，而且您看，像这个地方我们直接预留了，就未来的这个行李箱的这个隔离的这个卷帘，我们可以直接收纳在这个位置。这样的话，上面有需要搁大的东西的时候，我卷帘直接可以收起来，收到这里。对，所以这个我们在这个做一个 SUV 在空间上还是花了很多心思的。对，然后这个分层分区，然后我们车前面的话也会有这个前备箱，4驱和2驱版的车型空间不一样。那我们这个2驱版的车型前面可以做到60多升的一个容积，那放一些工具书包，就是前备箱，就我前面那个盖打开那个位置也可以放东西。这样的话，你前后都可以装。应该有100多个地方，100多升。对，这个的话，这个容积我确实不知道，然后这个数据回头可以查一下。我们在这个最小的情况下，这个容积可以做到616升。然后对，然后你想想，就是咱们平常这种所谓的掀背的那种轿跑车，它一般只有300多升容积，这相当于2辆这种掀背车的一个后备箱容积。那同时，我们这个座椅在靠背往前立，然后座椅往前移的情况下，我光是后排坐人的情况下，我这个后备箱空间就可以扩展到765升。厉害。对，然后把这个放倒的话，达到将近2000升的一个容积，如果把座椅放倒，所以整个这个空间是非常实用的。那我们节目组给我们设计了一些道具，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车到底有多能装啊。好的。对。正好这个大家准备了一些牌子，这个说后备箱看着大，总觉得装不下，那我们就实际来装一装啊。这面的答案写着后备箱会收纳，什么都装得下。什么都装得下。对。我们来，像这种架子其实就完全可以搁到这个地板，小的椅子，对，就是我们平常咱说的那个钓鱼佬经常用的这个钓鱼凳是吧？对。像这些完全可以放在这个里面，它完全不会占上面的空间。对，你看这2把钓鱼凳轻松放到这个底下，这么一盖，就好像没装东西一样，很整洁。对，来看我们的这是装宠物的包，这个你应该非常熟悉了，猫包，对，小宠物放到这里。这是一个标准的登机箱。对，这个
装完之后，这个后备箱显得很空旷呀。就是感觉至少600多升，这一点东西还远远的装不。像我们托运那种28升的那种行李箱，就是28寸、289寸的那个。对，那种的话，你看横着放大概5个左右，问题不大。应该问题不大。而且它这个，因为我们是还原了这个 SUV 原先的一个姿态，您可以看到后面这块的空间会很好。其他的很多 SUV 因为做溜背的造型嘛，它这个地方就是斜的。你再往高去没法落了，牺牲了一些那个空间。对，所以我们这个相对来说，整个的储物空间要方正的多。那我们把这个空间整个，你比如说把靠背这些挪到前面之后，它可以装更多的东西。所以这个我们在储物空间上确实非常方便。对。我们看那个其他的那个牌都是什么啊？来，先看这一面，这个叫什么？孩子坐2排。状态挂心怀啊，这个我刚才给您介绍过，那个隐私摄像头啊，我们2排有这个隐私的摄像头，安心不用回头，我们在前面屏幕上就可以实时的看到我们广角摄像头呈现出来的第2排的一个情况。然后您看前面，我拿到的这个是什么？先看这个2排5个座，对3排6座，装人装不了货，装货少个座啊。对，但是我们的车呢是2排5个座。装人也装货。对，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像平常如果我们做一个 MPV 这类的车型的话，它如果要选择装东西，就要牺牲乘坐空间。是的。那其实到最后，你是6个座，但你要装东西的时候，它还是变成5个座，它也坐不了更多的人。对。但我们这个在不牺牲我的乘坐的人员数量和乘坐空间的情况下，依然能有很好的一个储物和装载的空间。对，而且在储物的空间同时呢，实际上我们巧妙的把这个后排连排3人座这个，其实还独立出来2个类似老板座的这个。哎，对，就是我们这个前面发布会上讲的，我们想让这么一辆 SUV。拥有一个类似 MPV 那样体验的后排，对，而且在材质上，我不知道刚才您乘坐，像我们标配这个后排的这些头枕这些东西，然后我们的这个材质做也是这个 Nappa 的全立面头层的真皮，是的，对，那在这块其实材质上我们也是尽可能的让它感觉在触感上、质感上更加豪华。对，因为我刚才说，因为我不带宠物原因，因为我有点鼻炎，所以呢，其实我对味道特别敏感，然后这个车上去以后基本上没有什么异味，就是我们可能用户只会用简单的没有异味来形容，但实际上它对各种用料选材是非常重要的，应该它全是个环保材料才可能做成现在这样。您说的没错，这个太专业了。所以我们这一块其实就是对于这个大人的乘坐和孩子乘坐来说，不光是我们在主被动的安全上放心，我们的材质用料也让大家放心。是的，对。那今天这个有幸和我们大何老师一起去为我们这整个这个7X 这个车型的空间还有后排的装备配置去做了一些介绍啊。然后我们呢，这个在这儿再做一个总结哈，就是今天感谢我们大何老师到场，谢谢。然后我们相信大家呢，这个更好的感受到了我们极氪7X 本身的一个豪华。那么接下来呢，这个极氪呢会继续引领大家迈向更加美好的车生活。那么感谢大家的积极互动和参与。我们呢接下来就是这个留资互动的环节，会把镜头呢交给另一位主播，让他进一步带我们去了解极氪7X。那在这里呢，我和大何老师就暂时下线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再见。直播间，那我们今天的话呢，为您有进行分享到极氪7X 的一个发布。那所有朋友的话呢，如果说大家更加感兴趣的，可以点击我们下方组件去预约一个试驾品鉴一下啊，我们全新的极氪7X，欢迎大家。左上方可以点一下关注，以及我们下方组件的话呢，可以去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完成到您的首次预约信息。那我们目前来说的话呢，新车7X 已经是正式来为大家进行亮相了，也有确定到我们的预售价格23万99起步。那同时的话呢，如果说朋友们更加想了解的，也可以把您自己目前所想知道的一些问题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来给您进行一个更加之详细的答复给到大家啊。是的，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对我们的车型非常感兴趣了包括说有朋友问到说，内饰、外观、
价格，以及说啊，我们为您去安排了有哪些方面的配置，其实的话呢，都可以点击我们下方的组件去进行到一个详细的咨询了啊，朋友们。刚刚才看过内饰啊，可以点击下方的组件进行到一个详细的咨询，会有到我们的极客伙伴联系到您，可以邀约您来进行到一个试驾啊。同时的话呢，我们今天在直播间可以继续来为大家进行的是直播间的抽奖环节。如果说朋友们想要来参与抽奖的，也可以在我们下方的组件留资预约成功，来参与到我们本轮的奖品抽取，一轮又一轮的礼品来为大家进行到同步的抽送了啊，所有朋友们，是的。一轮又一轮来为大家进行到一个同步的抽送了啊！有朋友去问到了很多的问题，对吧？像我们的 7X 的话，它是一个大5座的车型啊，朋友们。如果说您目前有到这个一家人出行需求，那其实我觉得大5座的 7X 就能够很好的去满足大家的一个日常所需啊。因为它目前的话呢，给到您在我们整体的长宽高比例方面是有了一个质的升级了。现阶段的话呢，我们极客 7X 为您安排到啊，我们整体的高度能够达到1.666啊，这个的话呢是给到大家能够纵享到我们的头部空间，包括说目前的一个大5座车型给到您整体轴距能够达到2925的一个轴距，依旧做到了我们前双叉臂后多连杆的一个设计，包括目前搭配到空气悬挂，搭配到4D 的一个电磁减震给到您啊，同时的话呢，让大家能够更加纵享的 SUV 的空间性、豪华性的同时，又能够享受到安全，又能够享受到我们总体的操控啊。是的，所有朋友如果说想要去试驾的朋友的话呢，可以在我们下方的表单留下您的这个联系方式啊，咱们可以去预约一下。下方组件您预约成功之后的话呢，咱们可以试驾。尤其是很多朋友会说到啊，能够给您去配置优惠到一些什么方面，对吧？包括您想查询到您当地一些地方补贴，以及标准配置具体给到您的参数是什么啊？因为我知道，我哪怕跟大家在这里一个一个讲完了之后，其实您肯定记不住。这样啊，朋友们，下方有一个小组件，您点开之后的话呢，会为您预约到一个您当地的极客伙伴，他会为您进行到您当地的整体落地价格、地方补贴，以及说啊，我们总体这样的一个权益，包括因为我们现在的一个预售环节也是已经为大家进行开启了的啊，您可以先，因为我们现在的一个预售环节也是已经为大家进行开启了的啊，您可以先。